发小明明让你帮他修一修渔船，可他看到你修好的渔船后却吓得半死。你确定这还是渔船？这巨大的舰炮是什么鬼？我捕个鱼，至于用得上30毫米口径的防空炮吗？等等，这里居然还有一套导弹垂直发射系统，你管这叫惊喜？确定不是惊吓？你之所以如此大动干戈，还要从7天前说起。当时张晓峰父子出海遭遇海盗，200多个全副武装的暴徒手持 RPG 和 AK-47登船劫掠，整艘船100多名水手最终只有20几人死里逃生。张家更是被勒索了近2000万赎金才被放回来。张晓峰因为害怕再次遇袭，才苦苦哀求你帮他弄点道具吓唬海盗。见好哥们那副心惊胆战的可怜样，你当时只好答应下来。可究竟什么样的道具才能唬住那群亡命之徒呢？正当你一筹莫展时，脑海中突然响起一道冰冷的机械音：最强改装系统已开启，新手大礼包已激活，请问宿主是否领取？在短暂的狂喜过后，你果断选择了领取。恭喜宿主获得未来065型核动力驱逐舰改装方案，内含微型核反应堆。刹那间，关于065型驱逐舰的全部技术资料如同肌肉记忆般涌入脑海。有了这层底气，你对这次改装信心百倍。张晓峰交给你的本是一艘排水量近6000吨。长103米的远洋捕捞船，你心一横，直接按照万吨大驱的标准开始了推倒重来。毕竟系统备注写得很清楚，客户评价越高，奖励越丰厚。5天后的验收现场，才出现了开头那一幕。张晓峰盯着那些跟电视里的军舰一模一样的炮塔，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苏哥，这到底啥情况啊？都是些吓唬人的模型，不能发射的。淡定，你语气淡然地隐瞒了真相。毕竟如果告诉他这些武器不仅能发射，而且舱内还储备了海量弹药，你真怕他的心脏会当场报废。说完，你揽过他的肩膀，带他上船，像献宝一样继续介绍道：这是130毫米主炮，威力堪比一个炮兵营。那边是近防炮。鱼雷和雷达全是仿真舰，别担心。对了，我还顺手装了些导弹模型，什么舰空、反舰导弹，还有火箭弹发射井、红桶，都是吓唬人了。张晓峰听完，腿一软，直接瘫坐在地上，猛吸一口凉气。大哥，我这只是艘渔船啊，你整的这些不全都是战舰才有的配置吗？见他这副没出息的模样，你内心暗自庆幸，幸亏没说真话，否则真得直接送他去医院抢救。由于修理厂最近没活，你便答应了张晓峰的邀请，后天随船出海。很快到了出海那天，这艘改装船被重新命名为振华号。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在驶入公海之前，所有这些吓人的家伙都被厚实的防水油布严密包裹。张晓峰的父亲张天志看着满船的帆布，虽有些纳闷，但由于出海在即，他也来不及细查，只能在心中暗自祈祷别再遇上海盗。然而张天志刚一掌舵，就立刻察觉到了异样。他这辈子操纵过的渔船不下200艘，但这艘船的稳定性竟比以前提高了至少3倍。更让他震惊的是动力。驾驶舱内密密麻麻的仪表设备繁若星辰，甚至让他产生了在开飞机的错觉。此时船速已经突破了40节，整艘巨轮竟如同海上快艇般疾驰，且远未达到极限，甚至连发动机的噪音不仔细听都几乎察觉不到。张天志倒吸一口凉气，难道苏家那小子连发动机也给换了？2个小时后，振华号抵达公海渔场，水手们开始操作机械布下渔网。就在这时，张天志发现东南方向突然冒出一艘中型船只，正紧紧追逐着振华号产生的尾流。这是哪来的莽夫？不知道这样航行很容易追尾吗？他立刻切换到国际公共频道，严厉要求对方改变航向。然而通讯频道里只传来一阵叽里呱啦的吕宋，完全无法沟通。僵持了10几秒后，对方才换成傲慢且强硬的英语回应：我们正在追逐鱼群，鱼群马上要钻进你们船底了，立刻停船让路。重复一遍，请你们立即改变航向，别想抢我们的鱼。听到对方这番倒打一耙的叫嚣，主驾驶舱内张天志与大副、二副对视一眼，脸色瞬间阴沉到了极点。作为老海员，他们心里很清楚，这绝非普通的渔业纠纷。如果对方此时强行下网，拖网极易被振华号的螺旋桨吸入，一旦动力系统彻底瘫痪，这艘船在公海就会沦为海盗眼中任人宰割的肥肉。意识到这是一个陷阱，张天志猛地反应过来，冲大副怒吼道：不对劲，快拉响警报，呼叫附近其他渔船火速返航。大副神色凛然，重重按下警报键，尖锐的鸣笛声瞬间撕裂了海面的宁静。与此同时，张天志咬牙将发动机推至高功率，试图甩掉这块粘人的牛皮糖。然而就在船身加速的刹那，雷达屏幕上原本孤零零的绿色目标突然发生变化，四周竟鬼魅般冒出了20多个快速移动的光。他们把我们包围了，我不想死，谁能救救我们？原本就面如土色的水手们陷入了极度的惊恐的情绪如瘟疫般在甲板上蔓延。看着雷达上密密麻麻的包围圈，张天志握着舵轮的手也开始微微发抖。唯有张晓峰在绝望中哆哆嗦嗦地嘀咕道：我们船上帆布下面那些玩意儿既然长得像军舰，应该能吓退他们吧。想到这，他顾不上老爹的反应，连滚带爬地冲上甲板，发了疯似的去扯那些遮盖武器的防水油布。而此时，你已经冷静地走到了主控台前，面对这群开着破烂渔船的海盗，动用反舰导弹无疑是大炮打蚊子。你决定先动用舰炮进行威慑。当你的手指在仪表盘上飞速掠过，原本暗淡的控制面板瞬间亮起幽暗的光芒。紧接着，甲板深处传来一阵沉闷而有力的齿轮咬合声。什么情况？正陷入恐慌的众人僵在原地，愕然回首，只见被扯下油布的130毫米主舰炮，竟仿佛拥有生命一般自行转动起来。炮口在液压驱动下精准地调整着射击角度。紧接着，一阵清脆的机械推壳声响起，那是自动装弹机正在推弹上膛。主炮瞬间锁定目标，轰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2枚校准弹咆哮而出，橘红色的火球在炮口爆裂，炮弹划破长空，带着不可一世的威压，朝东南方向疾驰而来的海盗船狠狠杀去。这一连串的操作，全程不过3秒，船上的水手们彻底懵了。张晓峰眼珠子差点瞪出来，语无伦次的惊呼：卧槽，苏哥，这玩意儿不是模型吗？他怎么真的开火了？不仅张晓峰彻底妈了，老爹张天志和剩下的30多名水手也全都傻了眼。张天志扶着额头，颤声质问儿子：兔崽子，
你跟我说实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管这叫吓唬人的道具？张晓峰满脸苦涩，快哭出来了。我也不知道啊。我也猛着呢。与此同时，在几海里外的海面上，一艘接近报废的快艇正以40节的高速向振华号发起冲锋。船上的6名海盗正兴奋地挥舞着 AK-47和 RPG， 甚至还有一挺老掉牙的 MG-53机枪。海盗头目孙龙放下望远镜，狂妄地大笑：“伙计们，待宰的羔羊已经在瑟瑟发抖了，冲过去！”众海盗发出一阵阵嗜血的怪叫，可还没等笑声落下，2枚130毫米校准弹便轰然砸下。砰！2道直径数米的水柱在快艇近处冲天而起，剧烈的震动让快艇险些侧翻。孙龙的笑容瞬间僵死在脸上，表情由于惊恐而变得极度扭曲。这是炮击，渔船怎么会有重炮？还没等他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第二波密集的火网便如冰雹般带着火灭的气息倾泻而下。噗噗，密不透风的爆炸声此起彼伏，震得人耳膜生疼。海面上瞬间被冲天的火光覆盖。眼见这一幕，海盗头目孙龙彻底瘫了，他扯着嗓子发出绝望的嘶喊：“该死的，那是舰炮，那是艘军舰，快跳船！”他顾不得手下死活，纵身向海里扑去，但一切已经太晚了。随着又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6枚130毫米高爆弹精准砸中了快艇。顷刻间，快艇在火光中四分五裂，油箱被瞬间点燃，爆炸核心区域方圆10几米的海面瞬间化作一片烈焰地狱。而此时，你神色平静地操纵着控制台，巨大的130毫米主炮再度缓缓转动，下一个目标已然锁定。远处，各艇的小队长声嘶力竭地吼叫着：“撤！快给老子撤退！”然而，快艇的速度终究快不过炮弹，在精准的火力覆盖下，这些不可一世的快艇瞬间沦为了海面上的火把。东南方，在舰炮射程之外的波峰上，另一名海盗头目阮清泉通过望远镜目睹了这惨烈的一幕，整个人如坠冰窟。舰炮，这怎么可能？那帮米国佬不是说这只是一艘普通的远洋捕捞船吗？哪里来的舰炮？他气得脸色发黑，咬牙切齿地低吼：“该死的，我们被那帮米国佬耍了！”与此同时，70海里外的公海上，米国巡洋舰宙斯号正通过军事卫星和高性能雷达，严密监控着这场不对称的围猎。劳伦斯上校原本接到的任务是暗中配合海盗袭击龙国渔船，以此给龙国人一个教训。这种游走在灰色地带的任务，他向来轻车熟路。可他万万没想到，那艘看似笨重的渔船，竟然隐藏着如此恐怖的舰炮火力。该死的，情报部门那帮猪是干什么吃的？劳伦斯愤怒地咆哮，目光阴鸷地盯着屏幕。这绝不是普通的渔船，传我命令，既然已经暴露，那就借海盗的手把这艘船彻底干掉，绝不能让龙国人的计划得逞。然而，劳伦斯并不知道，在振华号的主控室内，你已经全面开启了改装后的雷达系统，方圆120海里内的一切态势，包括那艘远在天边的米国巡洋舰，在屏幕上都是一览无余。正好拿你们来检验一下这艘船的实战性能。你冷静地操作控制台，迅速下达复合指令：鱼雷管锁紧水下目标，垂发系统启动，目标米国巡洋舰，发射。随着指令录入，甲板上的多处隐蔽盖板自动打开，露出了深藏其下的垂直发射井。刹那间，炽热的白色烟焰冲天而起，4枚反舰导弹尾部喷吐着橘红色的火光腾空而起，在高空中划出致命的红线，向米国巡洋舰呼啸而去。与此同时，在振华号附近的深海中，一艘米国微型潜艇内的4名蛙人正轻松地谈笑风生。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一次简单的潜入破坏任务。士兵们，作为全球最优秀的蛙人，我相信你们。托马斯中尉的话还没说完，耳机里突然传来了物体高速掠过水流的尖锐啸叫声。什么情况？他疑惑地看向舷窗外，只见深邃的海水中，一道巨大的黑影裹挟着气泡急速袭来。看清那圆柱形弹头的瞬间，托马斯中尉瞳孔骤然收缩，浑身汗毛倒立。该死的，是鱼雷！快闪避！这群精英士兵反应极快，操控潜艇险之又险地擦着鱼雷边缘掠过。还没等他们松一口气，第2枚鱼雷紧随其后而来，他们再次凭借高超的技术惊险躲避。然而，托马斯中尉突然意识到了更恐怖的事情，他脸色惨白地嘶喊：“不对，这些鱼雷是在驱赶我们！”上帝，看上面，那是反舰导弹！快联系劳伦斯上校，他们的目标是巡洋舰，快报信！通讯员疯狂操作单兵设备试图示警，但一切为时已晚。天际之上，4枚反舰导弹带着刺耳的音爆声已经杀到了巡洋舰近前，后方还紧跟着近30枚实施覆盖打击的火箭弹。约翰·劳伦斯号指挥室内，原本一脸阴鸷的劳伦斯上校彻底傻眼了。雷达屏幕上那密密麻麻如蝗虫般扑来的警报红点，让他如遭雷击，僵在了原地。上帝啊！这真的是一艘渔船吗？龙国军方疯了吗？竟然把这种级别的自动化武器装在渔船上！立即启动近防炮系统，拦截这些该死的导弹！劳伦斯失控的怒吼：“鱼雷、防空导弹全部装填，给我反击！反击！”10几秒后，苍穹之上爆发出团团火光，无数金属碎片如暴雨般飞溅。海面上，拦截弹与鱼雷剧烈相撞，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掀起了高达数米的巨浪。这场高端武力的碰撞对不远处的阮清泉而言，无异于一场灭顶之灾。这群原本正欲冲锋的海盗被振华号的舰炮挨个点，又被爆炸引发的小型海啸席卷。即便是阮清泉所在的中型渔船，也在浪尖疯狂摇晃，仿佛随时会被大海吞没。这些在大面上横行霸道的亡命之徒，此刻看着那尊如同战神般的渔船，彻底陷入了绝望。尤其是当看到又一枚反舰导弹拖着长长的尾焰呼啸而来时，阮清泉歇斯底里地咒骂起来：“该死的米国佬，我们被耍了！卧槽他18倍祖宗！”伴随着震天动地的轰鸣，海盗船的前半段被直接炸碎，残存的海盗连惨叫都未发出，便化为齑粉。此时，振华号的主控室内，众人同样陷入了巨大的震撼中。张天志倒吸一口凉气，满脸不可一致：这还是我的渔船吗？这分明是一艘重型战舰！
张晓峰则转头看向你，目瞪口呆的喃喃道：“苏哥，我是让你帮我改装渔船，没让你把它改成星际巡洋舰啊！”短暂的错愕后，死里逃生的水手们爆发出了排山倒海般的慌。太牛了，苏兄弟，狠狠的打！咱们这是跟哪家的战舰干上了？管他是谁，这仗打得真带劲。而此时，你正冷静地盯着雷达屏幕，对方凭借密集的拦截手段，将刚才发射的导弹和鱼雷悉数拦截。有点意思。你双眼微眯，掠过一丝寒芒，手指在控制台上飞速律动。你再次下达了饱和打击指令，2枚鱼雷、4枚反舰导弹以及数十枚火箭弹再度破舱而出。对方能拦截1次，但不一定能拦截10次。你准备了足以支撑一场局部战争的弹药量。宙斯号很快察觉到了这种不要命的打法，劳伦斯原本傲慢的心态已荡然无存，他咬紧牙关，厉声下令，继续拦截。同时向周边巡逻舰求援。接下来的几轮交锋，海面上爆炸火光交相辉映。至于那些残存的海盗快艇，在榴弹与舰炮的扫荡下已彻底全军覆没。与此同时，在西方的龙国海岸线方向，一艘100米长的龙国军舰正全速赶来。舰长许爱国神色焦急，目光死死锁定在雷达屏幕上。10分钟前，他们接到该海域爆发激烈交火的情报，但令他疑惑的是，那里并无海军的巡逻编队。在许爱国看来，龙国船只面对米国战舰定然凶多吉少。然而，当半小时后距离缩短至17海里，许爱国通过卫星画面看清战场态势时，惊得半晌说不出话。那艘渔船不仅没沉，反而压着米国巡洋舰在打。更棘手的是，2艘米国增援舰船正从侧翼包抄。同一时间，劳伦斯看着舰底的弹药库，气急败坏地咆哮：“这艘船上的人疯了吗？居然想用这种自杀式的消耗战拖垮我们！”虽然援军已近在咫尺，但劳伦斯也发现龙国的军舰已经逼近。如果冲突继续升级，势必演变成外交事故，甚至直接战争。这个责任他担不起。无奈之下，他被迫打开国际公屏，颤抖着向振华号喊话：“我是米国宙斯号巡洋舰舰长约翰·劳伦斯，对面的龙国船只，请立即停止攻击。这可能是一个误会。这场冲突毫无意义。为了地区和平与稳定，我要求双方立即撤退50海里。这不是请求，而是最后的警告，否则你们必将为自己的挑衅行为付出惨重代价。”公屏里，劳伦斯的声音虽然依旧强硬，却掩饰不住底气的虚弱。张天志愣了一下，意识到对方这是在寻找台阶下，随即把通信器移到你面前，低声询问：“小苏，对方服软了，你打算怎么办？”你双手依然在键盘上飞速敲击，头也不抬的冷冷回道：“答应他们，但有个先决条件，他们必须支付500万美金的和平补偿费，毕竟弹药和燃料都要成本，想停火就得赔款。”当听到这个近乎羞辱的索赔条件后，劳伦斯在指挥室内愤怒地咆哮起来：“高贵的米国海军绝不接受这种讹诈！”面对叫嚣，你只回了一句话：“那还谈个屁！继续打！”话音刚落，又是2枚反舰导弹腾空而起，劳伦斯彻底崩溃了。他从未见过如此不讲规则、不计后果的对手，深感羞辱的他自知正面火力已难占便宜，当即阴沉的命令微型潜艇与蛙人全速推进，试图对振华号发动致命的水下偷袭。然而，在振华号顶级的声呐与雷达监控下，这种垂死挣扎般的前行注定是徒劳。你冷静地启动了反潜投放程序，水雷与深水炸弹如同死神的情景般悉数落下。面对这种不计成本的火力覆盖，10余名米国顶尖蛙人瞬间陷入了绝望，他们无法理解，针对区几名前行者，对方竟然动用了足以摧毁重型潜艇的武装。剧烈的爆炸冲击波撕裂了海域，除了3名反应敏捷的幸存者，其余人瞬间在火光与激流中化作残肢碎肉。浓郁的血腥味引来了成群的鲨鱼，仅剩托马斯一人拖着残破的身躯，狼狈地逃离了这片死亡海域。与此同时，龙国驱逐舰龙岩号已赶抵战场边缘，舰长许爱国举着望远镜，眼前的景象让他瞳孔骤缩。密集的导弹与火箭弹正从一艘渔船上呼啸而出，向20海里外的米国巡洋舰疯狂倾泻。对面的米国战舰正拼命进行末端拦截，漫天火光如烟花般炸裂。许爱国只觉得大脑嗡嗡作响。那船上明明挂着捕鱼用的拖网和起重设备，造型是地地道道的民用船，可那恐怖的火力输出甚至盖过了正规驱逐舰。老许，我们要不要介入？参谋长孙文龙嗓音干涩地问道。整个官兵舱内一片死寂。许爱国强行压下心头的惊骇，沉声下令：先按兵不动，保持雷达锁定。此地的情况已报至最高指挥部，我们等待后续指令。米国增援也快到了，局势极其复杂。米国指挥部在雷达上发现龙国正规军现身后，顿时阵脚大乱。在这片紧邻龙国领海的海域，他们的增援速度远逊于对方，且一旦正式开火，性质将演变为全面战争。一番权衡后，上级撤退的指令直接绕过劳伦斯下达了。劳伦斯愤怒地挥拳砸向桌面，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系统强制切断火控。面对那一艘诡异的渔船和后方逼近的龙国军舰，他只能吞下这枚苦果，屈辱地转向撤离。看到米国战舰掉头逃离，你指尖在键盘上轻快跳动，从容地锁闭了所有武器系统。振华号上短暂地寂静了片刻，随即爆发出了排山倒海般的欢呼。水手们看向你的眼神中，不仅有劫后余生的感激，更多的是一种近乎膜拜的敬畏。苏兄弟，你真是神了！米国佬竟然真被你打跑了。船长张天志走到你面前，神色复杂地叹了口气：小苏，你救了整艘船的人，只是……张叔实在想不通，你这些要命的家伙到底是哪来的？刚回过神的张晓峰也凑了过来，心有余悸地问：是啊，苏哥，你当初不是说这些只是吓唬人的吗？你淡淡一笑，语气平静：确实是用来吓唬人的，只是生死关头，总得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诚意。正当众人沉浸在喜悦中时，广播里突然传来了威严而冷峻的声音，打破了轻松的气氛。这里是龙国海军，前方的渔船，请立即熄火抛锚，配合检查。重复一遍，请立即熄火抛锚，配合检查。话音刚落，一艘威武的龙国军舰赫然出现在视线中，水手们先是一阵惊喜，随即却陷入了莫大的惶恐。
糟了，咱们船上这些东西怎么解释？国内管得这么严，丝庄这种规模的军火，怕是死刑都够了。恐惧在甲板上迅速蔓延，众人的目光再次汇聚到你身上。张天志猛地拉住你的胳膊，压低声音急促道：“小苏，趁现在船上有快艇，你带小峰赶紧走，别回龙国了，随便去哪个国家避避风头。”看着他们焦急万分的样子，你有些哭笑不得，语气依旧从容：“张叔，您难道没听过一句话吗？杀一个人是杀人犯，杀10个人是重犯。可当你拥有了足以改写规则的力量时，杀1万人，那就是英雄。”张天志愣在原地，虽然他没能完全听懂这番话背后的逻辑，但你那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冷静，却奇迹般的安抚了他的情绪。见状，他深吸一口气，不再多言，指挥渔船熄火抛锚，原地待命。片刻后，龙岩号缓缓靠近，登船跳板迅速搭好，一队全副武装神情肃穆的水兵踏上甲板，紧随其后的是舰长许爱国与参谋长孙文龙。刚一登船，那门巨大的130毫米舰炮便蛮横地闯入了两人的视线。许爱国眉头紧锁，快步上前仔细端详，随即整个人僵在原地，眼中充满了巨大的荒谬感。这真的是130毫米舰炮？他失声喃喃，这可是055型万吨大驱的主炮，怎么会出现在一艘平平无奇的渔船上？更让他心惊的是，炮口正散发着浓烈刺鼻的硝烟味，火药灼烧的痕迹清晰地昭示着这尊巨兽方才经历了怎样的血火洗礼。再往前走，一门1130近防炮赫然在目，拉开弹舱，里面黄澄澄的弹链散发着冰冷的金属光泽。许爱国的目光又落在了前方的一处4方形加固盖板上，心头猛地一跳，大步走上前，命令道：“撬开它！”在水兵的熟练操作下，沉重的铁盖被强行掀开，露出了下方呈4×4排列的16管火箭发射器。紧接着，旁边的圆形铁盖也被撬开，在那幽深的孔洞下方，导弹静默而狰狞，那竟然真的是垂直发射井。许爱国倒吸一口冷气，心中从震撼转为浓浓的疑虑，这哪是渔船？这简直是披着渔船外壳的小型武库舰。孙文龙的神情也愈发凝重，他抹了一把冷汗，嗓音干涩地说道：“老许，要不是亲眼所见，我打死也不敢相信这些顶级军工装备能被塞进一艘民用船里。”随着检查的深入，许爱国的震惊逐渐转化为职业性的警惕，他的语气变得异常严厉：“简直是胡闹！这么多违禁重器私装在渔船上，船老大到底想干什么？搞私人武装割据吗？马上带我去见负责人！”两人穿过严密的警戒线来到主控室，此时20多名全副武装的水兵已将此地团团围住。许爱国步入室内，目光如鹰隼般扫视全场，声音浑厚有力：“谁是船长？”张天志此刻已是手心冒汗，看到如此阵仗，他深知避无可避，于是强撑着站起身，小心翼翼地举手道：“首长好，我是船长张天志。”许爱国双眼微眯审视着他：“张船长，说说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张天志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咬牙道：“这事全是我一个人干的，跟其他人没关系。这些武器都是我买来装上的，有什么处分我一个人认，要杀要剐随你们。”为了保住全船人的安全，他选择独自包揽全部责任。面对张天志的拼死袒护，船员们纷纷动容。许爱国却冷笑一声：“张船长，隐瞒真相可不是个好主意。这种级别的技术和火力，凭你一个人可扛不下来。”确实，他扛不下来。不等许爱国继续施压，已淡然地站起身，在众人的注视下缓步走出，表情决绝且平静，自我介绍道：“我叫苏青言，这些是我弄的。”许爱国看向你，见你面对如此阵仗，依然气度从容，心中暗暗诧异，但面上仍是公事公办的严肃，敢做敢当，算个男人。但是许爱国紧盯着你的眼睛，语气森然：“我很好奇，船上这些东西你究竟是从哪里搞到的？境外势力吗？”听到境外二字，周围的船员们吓得打了个寒战。在龙国，这可是足以致命的红线，一旦坐实，性质就彻底变了。你却依旧淡定地摇了摇头，语气波澜不惊：“不是，是我自己造的。”此言一出，全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的目光瞬间变得呆滞，仿佛听到了某种荒诞的呓语。许爱国愣了几秒，随即失笑道：“苏先生，我建议你重新组织语言再回答。那些反舰导弹的制造工序成百上千，稍有疏忽就是长毁人亡，光靠你一个人怎么可能造得出来？”的确如此，你认同地点了点头。但我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有大量的自动化设备协作。噗！许爱国和孙文龙终于没忍住，直接笑出了声。放眼全球，即便是财大气粗的鹰将，也不敢说能全自动化生产这种等级的重型武备。一个人制造出堆积如山的炮弹，还凭一己之力改装了这么大一艘渔船，这在常理中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对他们的嘲讽，你视若无睹，既不辩解也不急躁。既然对方不信，你也没有义务费力证明，因为事实胜于雄辩。与此同时，在渔船的各个角落，来自龙岩号的10多名科研工作者正在进行拉网式检查。他们身穿蓝色工装，平均年龄在40岁以上，皆是随舰的技术骨干。领头的是一位戴着老花镜、年近65岁的白发老者。赵海洋作为龙国科学院院士，他是材料学与光学领域的顶级大拿，对国家的科研事业贡献卓著。此刻，他正带着自己的博士生调试面前的雷达收发器。随着检查的深入，赵海洋的心跳愈发剧烈，连指尖都开始控制不住的颤抖。看到这一幕，不远处的许爱国收敛了笑意，心生疑惑地走上前：“赵总工，出什么事了？”许舰长，这是多波段雷达，这是真正的多波段雷达。赵海洋压低声音，语气中满是压抑不住的激动。什么？许爱国神情一滞，一旁的孙文龙也愣在了原地。目前世界主流战舰多采用 C 波段雷达或米波雷达，顶尖技术则是双波段雷达。受限于电磁兼容问题，信号干扰一直是难以攻克的顽疾，而解决这一问题的终极方案就是多波段雷达。放眼全球，能掌握双波段技术的国家已是凤毛麟角，多波段更是尚在实验室阶段。可现在，他们竟然在一艘渔船上发现了这种足以实现代差碾压的黑科技。然而，这仅仅只是震撼的开始。砰砰砰！一阵急促且
凌乱的脚步声突然响起，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名技术人员满头大汗，神色慌张地跑了过来。舰长，赵总攻不好了，你们快去发动机舱看看。那名技术人员猛地吞咽了一口唾沫，声音沙哑且颤抖。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出现了幻觉，但我敢肯定，那绝对是一台可控核聚变发动机，没错，绝不会错。此话一出，轰隆，仿佛万道雷霆在众人心头同时炸裂，好几名军官当场僵在原地，大脑陷入了死寂状态。许爱国第一个反应过来，他倒抽一口凉气，大步流星地冲到那名技术人员面前，一把攥住对方的衣领，双眼圆睁，表情狰狞的有些可怕。你说什么？把你刚才的话重复一遍，给老子想清楚再说，否则军法处置。可控核聚变还是缩微化的发动机？作为与战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将，他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了。某国之所以敢在全球横行霸道，靠的就是那几艘核动力航母。可即便如此，那也只是相对落后的裂变堆。而现在，这艘破渔船上竟然装载了人类梦寐以求的永恒能源，到底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看花眼了？快说！参谋长孙文龙也红了眼，一副要吃人的模样。赵海洋院士更是身躯站立，不顾年迈，跌跌撞撞地往舱下跑去，口中喃喃自语：可控核聚变。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小钱，你一定是看错了。赵海洋院士连连摇头，由于过度激动，声音都带了些许破音。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像饿狼般死死盯着那名技术人员，仿佛要在他的脸上凿出真相。赵老师，许舰长，我也希望是我看错了。小钱心脏狂跳，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苦笑着侧过身。但事实就在那儿，你们还是亲自去看看吧。事关国运，众人再也顾不得矜持。许爱国当机立断，留下20多名士兵封锁主控室，并继续戒备。随后便与孙文龙、赵海洋等人在小钱的带领下，心急如火地朝发动机舱冲去。原本拥挤的主控室瞬间变得空旷。张天志眼见军官们走远，这才僵硬地挪动脚步凑到你身边，眼神中满是惊骇与迷茫，压低声音问：小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应该是你搞的某种恶作剧吧？没什么，你语气平淡的回答，甚至还慢条理地整理了一下袖口，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只是觉得这艘船原本的动力太弱，远洋出海不方便，所以顺手把发动机也改装了一下。张叔，有问题吗？张天志听完，整个人彻底在风中凌乱，大脑已是一片空白。与此同时，赵海洋一行人已粗暴地推开了发动机舱的密封门，刹那间，一股微弱却又充满力量感的嗡鸣声扑面而来。只见舱室中央，一个被无数精密复合材料和导管层层包裹的微型反应堆正静静矗立。透过观察窗，内部核心正散发出如小太阳般耀眼而稳定的淡蓝色光芒。赵海洋顾不得身份，一个箭步冲上前去，颤抖着手打开刺激观察法。没有重油的刺鼻味，没有往复式活塞的轰鸣，整台机器的能量输出完全由中心那个维持着高温等离子态的核心供应。快架起设备！赵海洋嘶声吼道。他亲自指挥学生对这个怪物进行了一轮全方位的拉网式体检。随着检测仪器的红灯接连亮起，一组组数据疯狂跳动，微弱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核辐射确认存在，磅礴到令人站立的能量波动，真是不虚。循环水蒸气热交换系统运转极其完美，甚至其整体布局在逻辑上都与大洋彼岸最先进的核动力装置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体积缩小了数倍，输出效率却高得吓人，这不科学！赵海洋惊得张大了嘴巴。这一刻，他感觉自己坚守了几十年的学术观，正在这种代差级的文明碾压面前彻底崩塌。一旁的许爱国本还心存最后的一丝疑虑，但当他看到赵海洋那副近乎疯魔的表情时，他眼中的金芒骤然爆闪，那是某种压抑不住的狂喜，以及面对绝世机遇时的凛然决绝。他猛地转头，正撞上参谋长孙文龙同样通红的目光，两人无声地对视一眼，同时重重地点了点头。蝰蛇少校，许爱国深吸一口气，声如洪钟，震得舱壁嗡嗡作响。道：一名身材魁梧、眼神凌厉的中年军人跨步而出，敬了个标准的军礼，传我命令，除必要值守人员外，立即将龙岩舰所有作战人员调往这艘渔船，全员全副武装，接管所有核心区域。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靠近发动机舱半步，违者当场击毙。是。同时启动一级战备状态，以此船为中心划定禁航区，任何敢于靠近的舰船，警告3次无果后，无需请示，直接开火击沉。通信部门到，以最高加密等级，通过紧急联络通道，将此地所有原始资料发往燕京。记住，走红头特密线路，电码我会亲自签发。随着一个接一个震撼的命令在甲板上炸响，原本平静的海域瞬间进入了临战状态。此时的燕京统帅部内灯火通明，原本得知米国挑衅我方渔民时，首长们虽然震怒，但尚且认为局势在可控范围内，派出龙岩舰已是规格极高的对等反制。然而，当那份划破寂静的密电通过特密线路传回时，整个决策层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最高首长的办公室内，电脑屏幕正反复播放着那段足以载入史册的画面。在狭窄逼仄的发动机舱内，一团如恒星般耀眼的等离子球体静静悬浮，无数导管如血管般延伸，为这艘破旧的渔船提供着无穷无尽的动力。这种只存在于科幻电影或未来航母构想中的场景，如今竟真切地出现在一艘渔船上。首长眉头紧锁，手指有节奏地敲击着桌面，声音低沉而有力。科学院那边的最终结论出来了没有？秘书忙不迭地回答：首长，经过23位相关领域院士的远程初步判定，结论完全一致，信息属实，那确实是已经完全实现小型化的可控核聚变装置。听到属实二字，首长紧锁的眉头终于微微舒展，但眼中的神采却愈发凌厉。他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改变国运，甚至彻底重塑全球格局的契机已经降临。不等了，龙国的机遇就在此处。他拍而起，果断下令，传令各部10分钟后召开紧急线上最高会议，所有在京的常委、上将及相关领域专家必须准时列席，不得缺席。信息安全部进入最高防御状态，封锁一切泄露可能。随着指令下达，一场针对全球的信息封锁瞬间展开。会议进行的极快，当几十名最高层领导看到
到那些足以颠覆人类能源史的视频和院士分析报告后，所有的质疑都化作了彻骨的震撼。在最短的时间内，一项项足以令世界颤脱的决议迅速出炉。正在东海执行巡逻任务的明审号航母编队立即全速赶往目标海域，关键词：全副武装、一级战备，全面接管现场防务。第二，外交部立即发表最强硬声明，严厉谴责米国袭击我方渔船的强盗行径，随后发布军事演习公告，划定演习禁区，实弹打靶，声明擅闯者后果自负。第三，由50名国家级工程院院士组成特遣专家组连夜启程直奔目标，核查每一个技术细节。这一连串雷霆万钧的大动作，让国际社会瞬间陷入了集体的迷茫与震惊。原本在附近游荡的海盗和窥探的各路士，更是感到一种莫名的心惊肉跳。什么情况？为了救一艘渔船，龙国竟然直接拉出了整支航母编队，还要搞实弹演习。东南亚各国被这股肃杀之气所惊扰，纷纷派人向华盛顿打探虚实。海峡对岸更是蜷缩在岛上瑟瑟发抖，大气都不敢出。至于米国，在感受到龙国这种近乎不惜一战的决绝姿态后，也感到了莫名的不安，暂时收敛了锋芒。就在全球局势因这艘渔船而巨变时，处于风暴中心的振华号发动机舱内，气氛却陷入了另一种狂热的凝重。赵海洋和一众白发苍苍的科学家，正像是对待出生婴儿般，小心翼翼地摸索着那台核聚变发动机。太难以置信了！这里的焊接工艺虽然看似粗糙，但其内部的拓扑结构简直神乎其技。赵海洋又是赞叹又是惋惜，如果能再精细几个微米，能量损耗至少还能降低3个百分点。没错，这个一流阀的材质也有待改进。另一位专家补充道，虽然现在运行平稳，但长期以往难免会有微量辐射外泄的风险。在一片激烈的讨论声中，求知的狂热冲淡了应有的警惕。一名随行的博士生小金，由于年轻气盛且对这超越时代的科技充满了极度的好奇，竟趁着导师们转身讨论的空档，鬼使神差地伸出手，轻轻触碰了反应堆侧方的真空冷却阀门。他太想亲眼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约束机制，能让这微小的核火种如此顺服地燃烧。然而，手指刚一触动阀门，平衡瞬间被打破，是一声尖锐的嘶鸣响彻舱室，大股的白色冷凝雾气如决堤般喷涌而出。小金大惊失色，手忙脚乱地想要将阀门旋回原位，却惊恐地发现内部压力呈指数级剧增，那原本灵活的阀门此刻竟像是被焊死在开启位上一般纹丝不动。小金，你在干什么？赵海洋愤怒的咆哮声几乎要掀翻舱顶，小金吓得脸色惨白，声音带了哭腔：“对不起，导师，我只是想观察一下原子约束与青铜位素聚变的冷却逻辑，我没想到压力会瞬间失控。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国之重器，是龙国崛起的希望。”赵海洋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他吼道：“你这一手下去，毁掉的可能是整个人类的能源进程。”他猛地闭上眼，一口闷气淤积在胸口，险些当场呕出血来。许爱国面色铁青，根本无需他开口，一个眼神示意，4、5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便如虎狼般冲上前，直接将小金反剪双臂压了下去。在场的人都清楚，这种级别的重大事故已经让这名博士生的学术生涯乃至整个人生彻底终结了。然而，眼前的危机才刚刚开始。赵海洋惊恐地发现，即便他亲自上手，也无法强行闭合那个受损的阀门。更致命的是，随着真空冷却介质不断外泄，原本处于动态平衡的核反应堆内部开始剧烈波动。那原本温润湛蓝的核心，此刻竟泛起了阵阵不祥的暗红。不好，能量场失稳，如果不能及时重建约束，会发生超临界爆炸。赵海洋的声音因为极度的恐惧而彻底变了调。许爱国的心猛地一颤，疾步上前：“赵总工，你说清楚，会炸？刚才那个阀门是维持磁场稳定的关键冷循环装置，短时间开启尚有冗余，但如果持续外泄，里面的高温等离子体就会脱离磁场束缚，瞬间熔毁舱室，甚至是整艘船。”赵海洋满头大汗，声音近乎绝望：“这可是核聚变啊！”这一番话如同五雷轰顶，让众人的大脑瞬间陷入空白。核能爆炸，那是何等恐怖的威力！快关上它！许爱国厉声疾呼。赵海洋满脸苦涩，绝望地摇了摇头，手动补偿已经失效了，关不上的。这种结构我从未见过，根本不清楚它的闭锁逻辑。赵海洋脸色惨白，突然脑中灵光一灵现，声嘶力竭地大喊道：“去主控室，快找那位小兄弟！这是他亲手造出来的，他一定有办法。”随着他的一声令下，一名精锐士兵已如离弦之箭般冲出机舱，直奔主控室而去。此时的振华号主控室内，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20多名士兵依然戒备森严，而你正闭目沉思，在脑海中快速查探着系统界面。遗憾的是，系统除了基础说明外，目前大多高级奖励和核心模组都需要通过完成特定任务来解锁。就在你思索对策时，远方海平线上，一个庞大的黑影缓缓浮现，紧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整整10几艘巨型舰艇组成的钢铁森林，正撕开厚重的海，气势磅礴地向这边推进。甲板上的水手们彻底看呆了，有人揉着眼睛，发出的惊叫声中带着颤抖：“卧槽！那是航母，俺嫡亲娘嘞！这辈子竟然能亲眼看见咱们自己的航母编队。等一下，航母编队好像是冲着咱们来的。”相比于船员们的震撼，你透过舷窗看着那缓缓靠近的巨舰，内心却只是微微叹息。动力系统终究还是太落伍，如果能给这艘航母换上这种微型核聚变队，航速起码能提升1倍，续航能力更是近乎无限。正当你感叹之际，航母战斗群已缓缓减速，停靠在安全水域。紧接着，一艘艘冲锋舟如离弦之箭般放下，大批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迅速登船，将渔船里3层外3层封锁的滴水不漏。天空中，武装直升机与反潜机组成密集的防线，盘旋往复。苍穹之上，6架歼20战斗机带着雷霆般的咆哮破云而出，那是足以震慑
射一切宵小的武力宣告。这种排山倒海般的架势，让主控室内的水手们惊得头脑发昏。然而，这份震撼很快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航母指挥官徐若香中将与核物理泰山北斗吴自华院士大步流星地走进主控室。徐若香看着把你团团围住的士兵，眉头微蹙，威严地挥手道：“都退下。”是。士兵们整齐划一的敬礼，迅速撤出舱室。吴自华院士则直接快步走向前，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此刻堆满了和蔼且激动的笑容。他没有先去查看仪表，而是主动向你伸出手。苏小友，你好，自我介绍一下，老夫吴自华，搞了一辈子核能，今天算是开了眼了。你微微一惊，眼前的这位老者曾为龙国的国防事业立下过赫赫战功。你礼貌地握住他的手，回应道：“吴老，您好。”吴自华微微点头，语气诚恳：“苏小友，因姿势体大，方才若有冒犯之处，还请切莫见怪。”一旁的徐若香中将也随之正色附和道：“是啊，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不得不采取最高级别的安保措施，还望苏小友理解。”没关系，我能理解。面对一位功勋中将和一位顶尖院士如此低姿态的解释，你自然也表现得进退有据。见你如此通情达理，两位老者对视一眼，心中暗自赞许。年纪轻轻便有这等惊天伟地的成就，却能不骄不躁，实在是难得的国士之才。徐若香上前一步，发出正式邀请，想必你也清楚我们的来意，不知能否一步，咱们找个安静的地方深谈。然而众人正欲动身，一阵凌乱且急促的脚步声便由远及近的穿透走廊，打断了原本的节奏。报告！人未到，焦急的呐喊声已然响起。徐若香回身望去，那名从机舱赶来的士兵正脸色煞白地冲回舱门口。身为军人，如此毛躁本是大忌，但见其神色惊恐，徐若香压下怒意，威严的沉声问道：“何事惊慌？”报告首长，动力舱突发重大变故，许舰长下令所有人立即向甲板撤离。此言一出，众人皆是一惊。吴自华脑中灵光一闪，瞬间联想到某种最坏的可能，他抢上前一步，急切地追问：“你们是不是动了那台发动机？”士兵颤声答道：“具体情况属下不清楚，只听到了热失控和核泄漏风险几个词。”这一番话如同晴天霹雳，让吴自华身形猛地一晃。他钻研了一辈子的核能，好不容易见证了奇迹，绝不能接受他在一瞬间化为齑粉。他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喊道：“快带我去现场！”士兵显得有些犹豫，可许舰长的命令是全员撤离，听我命令，立即带路。徐若香果断截断他的话，虎目圆睁，在士兵转身急奔的同时，他看向你，目光中竟带着一丝恳求：“苏小友，请务必走一趟。”你沉默地点点头，步伐紧随其后。那毕竟是你亲手打造的第一台核聚变发动机，绝不能眼睁睁看它毁在一群外行手里。众人步履匆匆，不到4分钟便穿过曲折的廊道，赶到了底层的动力室。此时，整个舱室已被浓郁的白色雾气笼罩，原本湛蓝的核心正闪烁着刺眼的红光，能量波动已剧烈到了极点。由于冷却剂外泄，舱室内的温度已飙升至40摄氏度以上，且仍在疯狂上涨，空气仿佛都在燃烧。徐爱国！徐若香隔着重重白雾怒吼一声，徐爱国从雾气中踉跄而出，浑身已被汗水浸透。赵海洋紧随其后，这位总工此刻面如死灰，声音因极度焦虑而嘶哑：“首长，是我的责任。我的一名学生私自开启了稳定阀，导致压力反馈系统锁死，现在的能量场完全失衡，根本关不上。”赵海洋抹了一把脸上的冷汗，声音因绝望而颤抖：“我们尝试了所有常规手段，实在没法子了，只能撤离避险。”撤离？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徐若香气得浑身发抖，这是龙国领跑世界的希望，你们的一时鲁莽毁掉的是国运。面对训斥，徐爱国垂头丧气，赵海洋更是愧疚的险些昏厥。吴自华看着监测屏上疯狂跳动的数值，心痛的无以复加。就在这时，赵海洋抬起头，双目布满血丝，露出一抹决绝：“首长，你们先走，我留下，哪怕是手动复位，我也要是最后一次。你这条老命死不足惜，可这台发动机若是毁了，那是全人类的损失。”吴自华愤懑地呵斥道，却也无计可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直沉默的你穿过混乱的人群，径直向那团恐怖的红光走去。吴自华见状大惊，正要伸手阻拦，却在下一秒愣在了原地。视线中，你已然身处发动机核心区，你右手稳健地操作着手机系统界面，左手则配合着屏幕上的指，在阀门组件上进行着精准得近乎艺术的波动。你的动作不疾不徐，甚至带有一种游刃有余的节奏感。在这种精准的操作下，那道令专家们束手无策，甚至打算以死相拼的锁死阀门，竟然发出了轻微的机械咬合声，开始缓缓闭合。吴自华屏住了呼吸，而赵海洋和那名博士生则惊得目瞪口呆。他们费尽周折，甚至准备共存亡都没能解决的灾难，在你手里竟显得如此轻描淡写。这种纯粹技术上的降维打击，令他们感到了一种巨大的震慑。徐若香见局势有所转机，立刻敏锐地意识到当前的紧要性，果断下令全体警戒，任何人不准靠近苏小友，不得打扰他的操作。回蛇少校到，一名目光锐利的军官挺身而出，封锁动力舱，没有我的手令，一只苍蝇也不许放进来。是。随着响亮的应答，在蝰蛇少校的带领下，数名荷枪实弹的精锐士兵迅速封锁了各个要道。那股肃杀之气明确传达了一个信号：此时此刻，动力舱极为禁区，谁若敢硬闯，迎接他的将是毫不留情的火力。发动机旁，你的指尖在手机屏幕与机械阀门间轻快跳跃，你心中很清楚，这台可控核聚变发动机的核心症结在于冷却循环阀门，一旦该阀门异常开启且控制系统未及时响应，冷却效能就会瞬间丧失，原本受控的能量便会因反馈失衡而陷入狂暴。正因其关乎全局，你在设计之初便布置了多重严密的逻辑锁。你甚至有些纳闷，这群外行究竟是动用了何种暴力手段，才将
其强行开启。不过万幸，核心的关闭逻辑始终掌握在你的主控程序中，通过手机端的底层协议与硬件实时配合，这场在外人眼中的灭顶之灾修复起来并不困难。时间一秒一秒流逝，舱内的呼吸声似乎都已停滞。当计时器跳动到3分04秒时，随着咔嗒一声清脆的机械咬合声，阀门终于完全锁死。刹那间，那股狂喷不止的白色蒸汽戛然而止，原本红的发烫，犹如暴躁小太阳的核心，也终于在这一刻停止了危险的升温。狂暴的能量场迅速平息，重新回归稳态。不远处的徐若香、赵海洋等人目睹了全过程，神情从极度紧张转为深深的震撼。这就解决了。短暂的失神后，众人心中泛起一种理所当然的释然。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台奇迹般的机器既然出自此人之手，那么在他的指尖下重归平静，自然也是理所应当。徐若香大步走上前来，发出一阵爽朗且如释重负的大笑：“苏小兄弟，好样的！连这帮老专家都束手无策的死局，被你3下5除2就摆平了。你这可是立了泼天的大功啊！”你长舒一口气，神色回归平静。其实原理并不复杂，主要是这台发动机采用了深度计算机协同控制，他们没有主控室的底层访问权限，想单纯靠物理手段强行关闭几乎是不可能的。另一边，年过半百的赵海洋像是虚脱了一般跌坐在地，大口喘着粗气。刚才那一刻，他几乎已经做好了以死谢罪的准备。缓过劲儿后，他连滚带爬的冲到你面前，紧紧握住你的手，声音因激动而剧烈颤抖：“苏小兄弟，太感谢了！你不仅救了我们，更救了这项足以改变国运的技术。你是当之无愧的国之功臣。”被一位在学术界德高望重的老者如此涕泪横流的致谢，让你多少感到有些尴尬。你只能像宽慰晚辈一样，语气轻松地拍了拍他的手背：“没事，常规操作而已，别太激动。”赵海洋重重地扣住你的手，眼神炽热且坚定：“不管怎么说，这份情我记下了，这是我的私人名片。以后无论你在科研还是生活上遇到任何麻烦，只要我赵海洋能办到的，绝不推辞。”你接过名片，礼貌地点头致谢。此时，旁边的吴自华也凑了上来，言语间满是推崇。10分钟后，舱内的余雾被抽排殆尽，核能输出彻底进入稳定态，危机解除。原本死寂的动力舱转眼间变成了一个临时的学术讲堂。你带着这群如饥似渴的学者，对整台发动机进行了系统性的介绍。你的讲解重点大多集中在物理架构和热力学循环理论上，至于更深层次的制造工艺，你并未多言。毕竟其中很多核心组件是依靠系统生成的，其背后的制造逻辑在目前的工业体系中尚属空白。然而，仅仅是这些理论架构，就足以让这些平日里受人敬仰的老学究们陷入痴迷。他们不知从哪儿翻出了笔记本，一个个挺直背脊，神情肃穆地记录着你的每一句话，生怕漏掉一个字。那副虚心求教的模样，简直比小学课堂里的模范生还要认真。徐若香站在外圈，含笑看着这一幕，天赋异禀却不吝赐教，居功至伟却不骄不躁，得此人才，实乃国之大幸。就在这时，参谋长孙文龙快步走来，在徐若香耳边低声耳语：“老许，燕京那边的专线，最高层直接致电。”徐若香神色骤变，立刻收起笑容，肃然转身走出了动力舱。约莫10分钟后，他再次推门而入，径直走到正给吴自华讲解功能的你身边。“苏小兄弟，请停一下。”徐若香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前所未有的凝重与希冀。听到身后传来呼唤，你停下动作，转过头去：“徐舰长，还有什么指示？”徐若香并未在人多眼杂的动力舱多言，而是面带微笑，语气和蔼地发出了邀请：“苏小兄弟，有件事想单独和你商量。老吴、赵老，你们也一起来吧。”在一片肃穆且好奇的目光中，众人跟随徐若香来到了振华号的休息室，推门而入，里面的陈设极其简陋，除了一张窄床和几把椅子，最显眼的竟是一台颇具年代感的 VCD 影碟机。这种极简甚至有些寒酸的环境，与刚刚那台跨时代的核聚变发动机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反差。示意众人落座后，徐若香竟亲手为你斟了一杯温开水，随后开门见山地切入了正题：“苏小兄弟，咱们当兵的人说话直，不绕弯子。这次请你过来是想传达高层的意思，并正式邀请你，有没有兴趣去燕京发展？”话音刚落，一旁的赵海洋和吴自华对视一眼，顿时心领神会。两人深知这是一次关乎国运的人才争取，立刻顺势充当起说客：“苏小兄弟，我也由衷建议你考虑下，我在华清大学有一间顶级的私人实验室，只要你肯来，里面的所有器材和人员随你支配。”不仅如此，吴自华紧接着补充道：“龙国科学院更是早就虚位以待，相信我，以你的天赋，只有在那种国家级的平台上，才能散发出最璀璨的光芒。”见两位泰斗级人物已经铺好了垫，徐若香索性亮出了所有的底牌：“苏小兄弟，实不相瞒，最高执政官刚刚亲自与我通话，表达了对你的高度重视。只要你愿意去燕京，科研资金将得到无上限的支持，实验室与尖端设备任你挑选。至于薪资，每月1000万起步。虽然谈钱俗气，但国家绝不会让功臣在物质上有任何后顾之忧。”他顿了顿，语气更加诚恳：“另外，你的亲朋好友若想一同前往燕京，我们统一妥善安置。”听到这番话，赵海洋和吴自华心中暗自吃惊，这种无上限的权限与待遇，在龙国科技界简直是前所未有的破格。但转念一想，单凭可控核聚变这一项技术，即便开出再高10倍的条件也不为过。然而，在三人屏息以待的注视下，你却只是平静地摇了摇头。徐若香瞬间急了，身体前倾，语气中满是关切：“苏小兄弟，是不是还有其他要求？但说无妨，只要国家能办到的，一定竭尽全力。”你再次摇头，目光清澈而坚定：“我没有其他条件，只是目前并不打算去燕京，那里对我来说太远，也太陌生了。我从小生活在深湖湾，习惯了这里的海风和人情，对我而言，家乡在哪，我的根就在哪。”徐若香微微一愣，她显然没料到如此优渥的条件竟会败给思乡二字，但随即她露出一抹释然且敬佩的笑意，想不到苏小兄弟竟如此恋旧，这份情怀实属难能可贵。既然如此，我们自然不能强人所难。燕京方面也一
一定会尊重你的选择。他话锋一转，神色变得严峻而期待，显然早已准备好了第二套方案。既然你不想离开家乡，我们换个合作方式。你也知道，当今某些势力之所以敢在全球四处挑衅，依仗的无非是其强大的海上军事实力，尤其是那几艘核动力航母。既然你掌握了这项核心动力技术，能否请你出手，帮我们将现役的2艘常规动力航母改造成核动力？这个请求显然比去燕京任职更具挑战性。你思索片刻，在脑海中迅速推演了一下工程量，点头应允。可以，但恕我直言，航母的体量与这艘渔船不可同日而语。这项工程规模庞大，所需时间可能会久一点，或许需要1年时间。1年？徐若香失声惊呼，整个人像是被定住了一般。你微微挑眉，心中暗忖，难道是自己预估的太乐观了？当初改造这艘渔船只用了1周，航母发动机结构极其复杂，预留1年的工期应当是较为稳妥的。没等你想明白，徐若香便语速飞快地感叹道，难掩激动之情。苏小兄弟，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原定的心理预期是至少3到5年，1年能完成，这在世界造船史上已经是神迹了。看着他们震惊的模样，你平静地补充了一句，1年是最保守的估计，如果原材料供应及时，快的话半年，甚至3个月就能完工。这番话如同一枚重磅炸弹，震得徐若香、赵海洋和吴自华彻底失言。短暂的死寂后，徐若香猛地一拍大腿，连声叫好：“好，太好了！苏小兄弟，既然你接下了这个重担，需要什么支持，你尽管开口，我立刻上报。”你沉思片刻，开始逐一罗列其改造计划所需的先决条件，要求确实不少。首先，深湖湾的港口需要大规模扩建与加固，我名下的修船厂也要进行全方位的工业化升级。其次，我需要大量的特种钢材、高强度铝合金以及各类稀有金属的战略储备。没问题，这些后勤保障工作全部由军方出面协调，保证一路绿灯。徐若香拍着胸脯保证。随后，众人围坐在简陋的休息室内，就改造工程的细节展开了深入探讨。这场关乎国运的密谈持续了整整4个小时，气氛由最初的严谨逐渐转为狂热。徐若香越谈越兴奋，要知道，即将接受动力改装的正是他麾下的明省舰，这意味着他极有可能成为龙国乃至世界第1艘国产核动力航母的首任舰长。这份沉甸甸的职业荣誉让他体内的热血彻底沸腾。而赵海洋和吴自华这2位平日里德高望重的学术泰斗，此时却像极了守在实验室门口期待奇迹的学生。他们交换了一下眼神，随后小心翼翼地凑到你身边，语气中带着一丝近乎虔诚的恳求：“苏小兄弟，等工程启动后，能不能允许我们带队去你的修船厂观摩学习？你放心，我们绝不干扰你的进度，就是想在旁边打打下手。”看着2位年逾古稀的老学者满脸期待，甚至有些局促不安的神情，你心中微微一动，最终郑重地点了点头。可以。得到肯定的答复，2位老学究竟像孩子般抚掌大笑，哈哈，好，苏小兄弟，你放心，我们去了之后保证一切听从指挥。没错，若是人手不够，我们这把老骨头也能顶上去，尽管吩咐便是。你报以礼貌的微笑，正准备详细说明后续的人员交接，脑海中却毫无预兆地响起了一道清脆的系统提示音：检测到宿主完成阶段性目标，恭喜宿主获得任务奖励，未来核动力航母编队全套技术资料。刹那间，一股庞大且复杂的信息流如同海啸般涌入你的意识。短暂的刺痛过后，无数跨越时代的科技图纸与理论模型在脑海中清晰浮现。当你粗略查探完那份核心蓝图的数据后，饶是心理素质过硬，也禁不住当场愣住。这份图纸所承载的技术已经完全超出了现代文明的认知。资料显示，这艘名为未来的航母，舰体长度达到了惊人的3228米，宽866米，高144米。它虽然冠以核动力之名，但其核心驱动方式却是颠覆物理常识的反重力系统，其常态吨位在20万至100万吨之间，标配人员规模高达6万余人。最令你震撼的是，数据中根本没有提及排水量或水面航速，因为它本质上已经不再属于海洋，而是一艘如科幻电影中走出的空天母舰，一座足以悬浮于万米高空，俯瞰全球的巨型飞行要塞。如果能以现有的明省舰为胚胎，直接应用这套100万吨级的空天化改造方案，你双目微凝，在内心暗自推演，若能成功，其战力将是现役航母的数十倍。3000多米的空中甲板足以支持全天候高频次的战机起降，那是真正的战争机师。想到这里，你平复了一下激荡的心情。虽然这种史诗级工程单靠个人在短期内难以完成，但如今有了系统这份终极外挂，再加上举国之力的鼎力支持，将幻想照进现实，或许真的指日可待。由于计划升级，原本的行程也随之调整，在多方的紧急协调下，振华号渔船在明省舰航母编队的严密护卫下，浩浩荡荡地折向北方。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具备最强配套能力的渤海造船厂，那里将作为前期原材料加工的秘密基地。一路上，编队全副武装，戒备森严。原本龙岩舰舰长许爱国打算调遣军舰贴身护航，你本想以太过招摇为由拒绝，奈何对方坚持这是最高级别的安全防务，最终你只能作罢。码头上，张晓峰正跟随众人在官兵的引导下有序转运，他回头望向那艘掩映在庞大舰队中心，看似平平无奇的渔船，低声问身边的父亲：“爸，你说苏哥这一去应该不会出事吧？”张天志望着远处桅杆林立的壮观景象，深吸一口气，目光复杂的喃喃道：“小峰，你应该担心的是他的对手，咱们张家这回是真的攀上了一座顶破天的大靠山。”张晓峰愣了片刻，眼神逐渐由迷茫转为清明。“爸，其实我觉得这更像是国家找到了真正的依靠。”张天志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不再多言。随后，你与许爱国、徐若香等一众将领完成了最后的交接。临行前，徐若香还不忘豪爽地发出邀请：“苏小兄弟，等燕京那边的专家组到位，咱们忙完这阵子，我一定请你去吃最正宗的烤鸭。”你微笑点头，双方就此
此作别。为了确保你的绝对安全，龙岩号上的警卫力量瞬间增加了1倍，甚至有传言称，一支精锐的特战旅已经先行出发，去接管你老家深湖湾周边的防御工作。与此同时，大洋彼岸华盛顿的白色宫殿内，米国最高长官塔克正在办公室内批阅文件。一通来自情报局的急促电话突然刺破了室内的宁静。听完汇报后，他脸色巨变，猛地从椅子上站起。什么？龙国为了保卫一艘渔船，出动了整支航母编队？罗杰，我一直认为你是个严谨的情报员，但你今天提供的信息简直荒谬透顶。电话那头，情报局长罗杰的声音颤抖，却透着死一般的坚定。总统先生，我以罗伯特家族的信誉向上帝发誓，情报句句属实。如果您不信，可以看一眼刚刚传输过来的卫星实时画面。塔克神色阴晴不定，他深知罗杰的为人，这种赌上家族名望的誓言绝非儿戏。他沉吟片刻，声色俱厉道：“好，立刻将资料发到我的加密邮箱。”很快，一封标注为绝密的邮件在屏幕上弹出。塔克点击查阅，随着页面下滑，他的神色由惊疑逐渐转为惊恐。最初，白房子智库认为这不过是一艘龙国渔船在公海越界，想随手给点教训。可谁能想到，这艘看似破旧的船只竟然加装了重型舰炮，甚至配备了导弹、液氧火箭弹以及高频鱼雷，这简直超出了现代海军的常识。塔克虽然常被外界视为异类，但能坐稳这个位置，其政治嗅觉远比表面看起来敏锐。联想到龙国联名省舰航母编队都悉数出动，他意识到这艘渔船背后隐藏的真相绝对不简单，立即严查这艘渔船的所有来源。塔克对着办公室内的一处阴影沉声下令：“是，长官。”阴影中传出一道冰冷且恭敬的回应。塔克余怒未消，走到窗前望向远方，继续补充道：“还有，命令正在霓虹国横须贺港休整的尼米兹级第1航母舰队立即拔锚，全速前往台海巡逻。记住，让 F-22战斗机编队进行抵近绕飞，给他们施加压力。长官，如果对方出动战机强行拦截怎么办？”塔克冷冷一笑，眼中闪过一抹狡黠。我太了解龙国人了，即便他们真的出动战机，我们也正好借机进行试探性进攻。记住，重点是试探，我们要摸清他们的底线，同时让他们看清双方在硬实力上的代差。命令下达仅30分钟后，横须贺港内原本宁静的气氛被刺耳的警报声撕碎，核动力引擎疯狂轰鸣，低沉的汽笛声在海面上回荡。庞大的尼米兹级航母在多艘驱逐舰和护卫舰的环绕下，如同一座移动的钢铁岛屿，杀气腾腾的驶离港口，直奔目标海域。与此同时，在南下的龙岩号战舰上，你正感受着前所未有的礼遇。舰长许爱国以及全舰官兵对你的态度，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客气，更透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敬重与崇拜。这种被一群铁血军人当成国宝对待的眼神，反倒让你感到些许局促。此时已是下午3点25分，在许爱国的陪同下，你们一行人步入军舰餐厅。你早上只草草吃了一点，此刻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餐厅内，原先渔船上的水手们都在，餐桌上摆满了海鱼、精选牛羊肉以及各类时令素菜，热腾腾的包子、馒头应有尽有这份丰盛程度，显然是按最高规格准备的。你扫了一眼桌上的珍馐，有些哭笑不得的调侃道：“许舰长，这阵仗怕是你们过年都舍不得这么吃吧？”许爱国哈哈大笑，爽朗的回应：“确实如此。不过，迎接你这位能凭一己之力改变海军格局的贵客，再高的规格也是应该的。”你笑了笑，不再推辞，径直走向张天志父子的位置。许爱国则带着4名警卫官兵紧随其后。张天志和张晓峰哪见过这场面，见到几位衔级极高的军官走近，吓得立刻局促地站了起来，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你见状上前打趣道：“张叔，快坐下吃，怎么才一会儿不见就不认得我了？”张天志干笑2声，抹了抹额头的汗：“哪能啊，叔就是觉得你小子这出戏闹得有点大，我这脑子到现在还没转过弯来。”张晓峰则趁机压低声音，一脸猛地问道：“苏哥，我还是不明白，咱们原本不是说改装渔船吗？怎么现在连航母编队都整出来了？这阵仗也太吓人了吧！”你沉吟片刻，随口打了个哈哈：“我这不是怕海域不太平，海盗太强吗？就想着多升级，谁知道一不小心手中了就搞成了这样。怎么现在的效果你不满意？”“满意，太满意了，就是咱们那船。”许爱国此时适时上前一步，温和地解释道：“2位老乡，由于技术保密需要，你们原先的那艘渔船已经被国家正式回收了，请放心，补偿款将按市场价的3倍拨付，后续的就业安置军方也会全权负责。”张晓峰动了动嘴唇，心说那可是装着核聚变发动机的神船，3倍价格简直亏到了姥姥家。但他终究是个明白人，深知这种战略级的黑科技留在个人手里就是祸根，于是明智地闭上了嘴。3个小时后，深湖湾的海平面上，一艘庞大的军舰剪影缓缓浮现，在夕阳的余晖下，战舰的轮廓显得格外刚毅。此时恰逢7、8艘打鱼归港的民用渔船经过，在那些低矮木船的迎衬下，全副武装、官兵肃立的龙岩号犹如一头闯入浅滩的深海巨蛇，气势凌人。原本按照许爱国的初衷，是想带你秘密潜回，悄然启动航母改造工程，但考虑到航母的体量实在太大，且深湖湾周边需要大规模的工业化改造，根本瞒不住各国的卫星监测，与其鬼鬼祟祟引人猜疑，不如索性大张旗鼓的归航。这种近乎武力展示的安保级别，不仅是对你个人的重视，更是对境外势力的一种无声震慑。正因如此，在返航途中，军方已经通过相关渠道对外发布了航行警告，并派遣精锐特战部队提前封锁了深湖湾方圆10公里的关键地带，确保接下来的空天计划万无一失。与此同时，在红色专线的另一端，最高执政官的指示已经直接传达到了民省负责人的案头，话语简短却重于千句。此人乃国家之重器，务必好生接待，确保安全，不容有失。民省负责人放下电话时，冷汗已瞬间浸透后背。他深知，即便是他国元首到访，最高执政官也极少给出这种级别的定性。这位即将现身的大人物，其战略地位显然已超出了常规的行政范畴。
在这一指令的层层压迫下，一场史无前例的安保升级在明省内部迅速引爆，泉州市负责人全员押上，甚至直接动用了特警、民警协同军方直升机封锁周边，力求将整个深沪湾打造的滴水不漏。此刻的梅林码头早已被围得水泄不通，岸边省里派出的6位要员与市里的12位高层神情肃穆的伫立守卫，后方则是100余名县镇一级的干部，每个人都翘首以盼。如此惊人的阵仗吸引了近5万名围观群众，但在荷枪实弹的警戒线下，现场虽人声鼎沸，秩序却异常井然。随着龙岩号沉重的铁锚抛入海中，巨大的舰身稳稳靠岸，100多名全副武装的精锐士兵率先鱼贯而下，在岸边迅速铺开警戒线。随后，在许爱国的陪同下，你带着张天志父子缓缓走下舷梯。这一幕的出现，让原本喧闹的码头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随即爆发出巨大的哗然声。等一下，那个走在最前面的年轻人是谁？这也太年轻了吧！我没看错吧？连舰长都落后他半个身位，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在一片难以置信的目光中，明省级泉州市的一把手们已经快步迎了上来。方才还严肃无比的高层们，此刻脸上全都洋溢着如沐春风的笑容。苏先生，欢迎回到家乡，您辛苦了。你礼貌地回应道：“这里是我的根，无论走到哪，报效桑梓都是应尽之意。”明省负责人顺势提议道：“我们已在省里备好了最高规格的国宴，为您接风洗尘。咱们边吃边谈。”你却微微摇头，语气果决道：“空天母舰的改造方案一刻也不能等，我需要立即回一趟修船厂。”负责人微微一愣，随即被你展现出的这种纯粹的科研热忱所折服，爽朗一笑道：“好，国事为重，那我们就陪苏先生走一趟，绝不耽误你的工作。”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一群位高权重的大人物簇拥着一个年轻人，浩浩荡荡地向那做不起眼的自强修船厂进发。回到修船厂门口时，许爱国等人的表情变得有些古怪。这座工厂外表实在破败，锈迹斑斑的围墙上甚至还有几处窟窿。可当他们推门而入，看到厂房内部那些留意着科幻感、超越时代整整半个世纪的顶尖加工设备时，所有的狐疑瞬间转为深深的狂喜。你直接将众人带进办公室，切入正题，核心方案已经定下，首先扩建修船厂，然后将明省号航母拖入船坞。至于工程团队，我并不打算向上面伸手，系统我自有渠道解决最核心的工程难题。就在商讨方案的同时，赵海洋、吴自华等一众学术泰斗也已经赶到。这些平时在京城备受推崇的老教授，此刻竟纷纷自掏腰包，在造船厂附近租下了民房安顿下来。吴教授甚至半开玩笑地打起了歪主意：“苏小兄弟，老头子我这把骨头就交给你差遣了。对了，我有个侄女正在麻省理工读博，长得那叫一个标致，你看要不要见个面？”面对这种热情的围剿，你只能敬谢不敏地婉拒。在你的潜意识里，搞科研和打游戏显然比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要轻松得多。正当你与老教授们在修船厂闭门商议空天母舰改造大计时，梅林码头那场惊世骇俗的接机视频已在短视频平台上彻底引爆，甚至一度导致服务器宕机。然而，就在国内舆论为这位神秘国之重器沸腾不已时，海峡对岸的一股肃杀之气已然悄然逼近。此时，在龙国台海以东海域，米国尼米兹级航母第一舰队正劈波斩浪，旗舰指挥室内光影交错。63岁的中将约瑟夫·弗朗克正伫立在海图前。这位曾在海湾战争与多次中东冲突中立下战功的老将，此刻眼中正闪烁着阴鸷的寒芒。在接到最高统帅部的密令后，他便率领整支编队从横须贺港全速开拔。长官，一名技术兵起身打破了沉默，神情肃穆地汇报道：“根据卫星测绘，再有30分钟，我方将进入目标预定海域。”知道了，约瑟夫冷冷应道。他盯着监控屏幕，目光阴晴不定。劳伦斯那个蠢货竟然在几艘渔船手里栽了跟头，这在约瑟夫看来，不仅是某个指挥官的耻辱，更是对强大米国的海权挑战。他此行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让龙国人为那个意外付出代价。一旁的参谋察觉到了将军的怒意，屈前压低声音分析道：“将军，依我看，龙国人不过是玩了些上不得台面的小把戏，将那艘实验母舰伪装成渔船引诱我们上钩。这种兵不厌诈的伎俩，他们一向擅长。但这一次，我们出动的是整支核动力航母打击群，在绝对的代差面前，任何阴谋诡计都只是跳梁小丑的表演。”约瑟夫冷哼一声，目光愈发犀利，言之有理。不过，这帮傲慢的龙国人显然需要一点来自天空的教训。伟大的合众国不容挑衅。他猛地转过身，厉声下令：“传我命令！30分钟后，弹射起飞2架 F-22猛禽战斗机，对台海周边实施全方位绕飞侦察。此项任务设置为高频挑衅模式，持续2周，每日起飞不得少于4架次。”遵命，长官！指挥室内众人齐声应和，军靴碰撞声铿锵有力。30分钟后，2架 F-22战机如离弦之箭般从航母甲板窜入云霄。在约瑟夫的授意下，这2架战机表现得极其嚣张，不仅频繁贴近敏感海域边缘，其航迹甚至数次逼近明省沿海。轰！轰！沉闷的音爆声突然划破长空，巨大的引擎咆哮在云端炸裂。此时，在明省浪屿沙滩游玩的游客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响惊呆了，人们极目远眺，只见2架涂装有米军标志的黑色战机正公然划破蔚蓝的天际，如入无人之境。短暂的愕然之后，无数人愤而掏出手机，将这极具挑衅意味的一幕录下并传至网络。瞬间，国内舆论彻底炸锅，短视频评论区内怒火燎原。这帮米国佬疯了吗？直接飞到家门口挑衅，简直欺人太甚！这哪里是侦查，这分明是骑在人脖子上拉屎！谁能去把这2只苍蝇打下来？微博上舆论热度呈爆炸式增长，无数激愤的网友甚至自发出征外网社交平台，开启了严正控诉。然而，傲慢的西方网民在看到新闻后，回应的却是一片嘲讽与快意。可怜的龙国人，除了在键盘上抗议，你们还会什么？
老天，这是今年最令我兴奋的消息！我仿佛看到了一只被逼到墙角却不敢还手的兔子，真可悲！这些充满优越感的冷嘲热讽，让跨海出征的龙国网友更加愤慨。双方在网络上展开了激烈的唇枪舌战，而那群西方拥趸却越看越得意，仿佛在他们眼中，米国的航母编队已经胜券在握。与此同时，这一紧急军情化作红色加密电波火速送抵燕京，摆在了龙国最高执政官的办公桌上。啪一声脆响，执政官重重地拍在桌面上，由于用力过猛，茶杯里的水都溅了出来。狂妄！他目光如电，周身散发出令人胆寒的威压。他一字一顿地说道：“这种目中无人的行为，是对龙国的公然挑衅，更是对14亿人民的莫大侮辱。”一旁的秘书若龙垂手而立，大气都不敢出。他随侍多年，鲜少见到这位定力过人的统帅发如此大的火。其实莫说首长，就连他自己此时也恨得牙痒。足足过了分余钟，执政官才强压下胸中怒火，面沉似水地下达了决断。若龙立即致电徐若香，命他出动至少4架歼20威龙战斗机，以此为契机，给那群傲慢的入侵者一个永生难忘的警告。若龙闻言，神色犹豫了一下，低声提醒道：“首长，目前部署在明省舰上的歼20仅剩6架，而且由于明省号正停靠在深沪湾进行动力改装，航母电力系统和弹射器正处于调试阶段，初步预计未来几年都无法恢复整支编队的全功能战斗力。现在若是贸然起冲突，恐怕……”他的言外之意很明显，可控核聚变发动机的改装计划才刚起步，这是咱们弯道超车的绝佳机会，目前正处于战略静默的关键期，是否应该先忍一忍？然而，作为大国的掌舵人，执政官此时的强硬不容置疑。他冷冷地盯着秘书，语道深长却掷地有声：“若龙，一个民族要有骨气，要有脊梁。如果敌人都骑到头顶了，我们还避其锋芒，那即便未来技术领先了，我们也丢了民族的魂，断了国家的脊梁。”听到这番话，若龙眼神一凛，所有的犹豫瞬间烟消云散。明白，首长，我这就去传达指令。10分钟后，一道最高级别的加急军令从燕京发出，如电波般刺破长空，直达东海前线。此时，在明省舰指挥部内，徐若香刚刚完成了一场繁重的交接工作。为了配合苏先生的改装计划，官兵调配、武备清点与后勤转运正井然有序地向梅林码头推进。就在这史诗级改装的前夕，最高统帅部的密令如惊雷般炸响。徐若香接到命令后，没有任何迟疑。其实，米国人的挑衅他早已通过雷达网看得清清楚楚，胸中早已憋着一肚子火。紧接着，航母甲板上尖锐的警报声大作。虽然航母处于改装期，但精锐的舰载机飞行员始终处于2级战备状态。4名顶尖飞行员飞速冲向各自的战机，绕机检查，跨入座舱，扣上氧气面罩，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在发动机震天动地的轰鸣声中，4架歼20威龙战机化作黑色闪电，在紧急启用的辅助动力助推下刺破苍穹。与此同时，美军航母指挥室内，约瑟夫中将正盯着显示屏上的雷达信号，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冷笑。区4架战斗机，如果数量再多点，他或许还会忌惮。现在看来，龙国人已经底牌散尽了。他猛地挥手，傲慢地命令道：“传令，立刻起飞4架 F-35，去陪他们玩玩。这一次，我要把大米国在海上丢掉的尊严彻底找回来。”海天之间，火药味已浓烈到了极点。4架歼20抵达目标海域后，龙国飞行员立即切入国际通用频道进行最后警告：敌方已进入我方领海高度敏感区，请立即离开，否则后果自负。不仅如此，为了展示决心，歼20通过间歇性的机炮警告射击，在空中拉出一道道耀眼的火头。显然，如果对方继续挑衅，下一次射击目标就将是其机身。然而，那2架 F-22不仅毫无退步，反而愈发肆无忌惮。米军飞行员甚至嚣张地拉近机位，在近距离并行的过程中，隔着防弹风挡玻璃，对着龙国飞行员竖起了中指。这一极具侮辱性的动作被机载高精设备清晰捕捉，并实时传输回了明省舰指挥室。狂妄，简直目中无人！徐若香气得浑身战栗，嗓音近乎嘶吼：“给我打！”狠狠地驱离。歼20飞行员同样义愤填膺，他在对讲机里发出一声低沉的怒喝。4架威龙瞬间进入攻击航线，火控雷达死死锁定了敌机。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远处天际传来恐怖的炸裂声，4架美军 F-35呼啸而至。为了示威，这4架增援战机甚至压根没有开启隐身模式，狂暴的音爆直接震彻海天，显然是赶来为 F-22强行撑腰的。局势突变，龙国战机编队长面对2倍于己的敌机群，只能紧急调整战术，带队转向拦截那4架全速逼近的 F-35。双方在万米高空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旋回对峙，海天之间气流剧烈搅动，对方似乎并不急于开战。4架 F-35凭借性能优势在半空反复缠斗对峙，实质上是在为那2架大摇大摆进行侦察的 F-22提供掩护。看到这一幕，明省舰指挥室内的徐若香气急反笑，家乡话脱口而出：“卧槽，他个仙人板板！”这番赤裸裸的挑衅让场面陷入了极度压抑的僵持。消息传回燕京，最高执政官听完汇报后，脸色阴沉的可怕。他深知局势的棘手，如果继续增派战机，对方势必对等加码，演变成无休止的军事消耗。可这里是龙国的家门口，米国战机每多待1秒，都是对民族尊严的践踏。忍则敌人变本加厉，打则目前在该区域部署的歼20数量确实处于劣势。就在前线剑拔弩张，高层举棋不定时，这场对峙引发的舆论风暴已在互联网上彻底炸开了锅。然而，作为整场技术革命的核心人物，你并未过多关注网上的喧嚣。此刻，你正静静地坐在书房里，手机屏幕上满是微信未读消息的红点。这些消息大多来自那些平时从不往来的亲戚，话里话外都在打听你5一假期的动向，热情地邀请你回去坐坐。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你自嘲地笑笑，对这些虚伪的客套毫无兴趣。不过，关于这个5一，你确实打算回老家看看，去探寻这具身体
原主留下的最后痕迹，放下杂念。一件更重要的事浮上心头。你看了看表，时间已过深夜11点。你清晰记得，徐若香和许爱国在分别前曾笃定表示，明省号定会在今天之内抵达深湖湾梅林码头。因为时间紧迫，相关的改装准备工作，尤其是核心的设计方案论证，明天一早就得启动。可以说，为了龙国第一艘核动力航母，举国上下都在与时间赛跑。怎么到现在还没动静？你眉头微蹙，疑惑地拨通了许爱国的电话。接通后，面对你的询问，许爱国的声音显得支支吾吾，强作镇定地敷衍道：“这事儿啊。”徐舰长那边临时有点急事处理，可能得稍微耽搁一段日子，你先安心休息。你敏锐地察觉到了对方语气中的异样，联想到刚才扫视过的网络传闻，直接追问道：“是因为海上的对峙吗？”电话那头的许爱国本想瞒下去，可转念一想，如今前线消息早已闹得沸沸扬扬，根本瞒不住。他长叹一口气，索性将前线的僵局与屈辱一股脑全说了出来。这帮米国人难道疯了吗？听完原委，你忍不住皱眉，这就是他们的行事风格。他们如果不这么嚣张，反而不正常了。许爱国的声音透着疲惫，这件事你就别操心了，专心研究航母改造方案。国家对这项目志在必得，无论你需要什么，我们都会倾尽全力满足。你正准备回应，脑海中却突然响起了一个冰冷的机械音。检测到新任务，傲慢的白头鹰。任务要求：利用改装武器击退挑衅方。任务奖励：未来汽车全套技术资料。你神情一凝，随即心中涌起一阵狂喜。原本你并不打算过早卷入军事博弈，但系统给出的奖励实在太诱人了。为了进一步确认破局的可能性，你故作迟疑地问道：“许舰长，既然对方已经踩到家门口了，我们为什么不打回去？”许爱国苦笑一声，语重心长道：“原因很复杂，涉及国际舆论、战略环境，还有整体大局。核心原因只有一个，我们没有必胜的把握，对吗？”你直截了当地戳破了那层窗户纸。电话那头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许久，许爱国才沉重地开口：“目前我们能调动的歼20数量有限，在这种态势下，胜算不到1成。即便加上地对空防御体系，把握最多也就2成，2成确实太低了。”你顺势压低声音，语气却异常笃定。但如果我能将其中2架歼20改造成核动力呢？不仅是动力，我会同步优化机身结构，让他们彻底适配核引擎。你说什么？电话那头，许爱国的声音瞬间拔高，整个人都懵了。小苏，你是说要把航空发动机改成核动力？没错，你回答的斩钉截铁。在系统的未来核动力航母舰队方案中，本就涵盖了配套战机的升级蓝图，其中最令人震撼的正是那套能让战机拥有近乎无限续航与恐怖机动性能的微型核反应堆技术。最令你底气十足的，便是这款续航时间高达3个月的未来战机方案。这意味着，只要飞行员的身体素质与机身材料能够负荷，它几乎可以化身为永不坠落的空中幽灵。此外，得益于核动力驱动，其飞行速度与综合性能也将迎来至少30%的跨代质变。当你将这些惊世骇俗的技术参数一五一十地透露给许爱国时，电话那头的他只觉得大脑一阵轰鸣，仿佛在听一段荒诞不经的神话。这事儿实在太大了，我做不了主。小苏，你在原地等我，10分钟之内别关机。许爱国急促地喘着粗气，语速极快地叮嘱道。时间在一秒一秒的静默中流逝，整整10分钟后，手机屏幕再次亮起，来电显示是一串极其特殊的星号加密号码。你按下接听键，那头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儒雅中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你心头猛地一震，这个声音你曾在新闻联播中听过无数次。深吸一口气，你平复下内心的波澜，沉稳地开口道：“首长好，我的方案核心是将现有的航空发动机彻底替换为微型核动力单元，并同步将机身关键部位的材料更换为强度更高的复合金属。”在接下来的5分钟里，你简明扼要地阐述了技术可行性。听完这番论述，电话那头陷入了长达10几秒的死寂。随后，老者沉声问道：“小友，改装这种战机你需要多久？需要什么条件？又有几成把握？”改装周期5天。条件方面，我需要高纯度金刚石、铁矿等原始材料，且必须是未经加工的原材料。你顿了顿，给出了一个相对稳妥的数字。至于把握，9成。其实，在系统的加持下，你有10成把握，但习惯使然，你还是留了一分余地。老者显然有些惊疑不定，不需要任何科研团队辅助吗？仅凭你一人，且有9成把握，这确实令人难以置信。我只需要绝对的安静，保证改装过程中不被任何人打扰。说到这里，你的语气转冷，透出一股决然。另外，米国人这次确实过火了，我看着也不爽。既然要打，就要把他们彻底打疼，打到胆颤，打到他们以后再也不敢轻易踏入这片海域。就像之前用渔船对峙军舰一样，如果一枚导弹都没落到对方头上，他们只会感到震惊，而不会感到恐惧。只有真正的武力碾压，才能换来长久的和平。这番话显然触动了老者的心弦。片刻思索后，他当机立断：“可以，虽然歼20是国之重器，但我破例拨给你一架进行试验。小苏，放手去做。”通话结束，燕京最高统帅部的办公室内，这位站在权力巅峰的老者蹙眉凝视着窗外，深邃的双眸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若龙，你觉得我们这一步棋赌对了吗？站在他身侧的年轻隶属兼贴身警卫沉声回答：“首长，无论对错，我们都必须尝试，这是破局的机会，也是我们的底线。”老者周身陡然散发出一股铁血杀伐之气。是啊，这就是我们的机会。那种严厉谴责的无奈，绝不能再延续下去。那位小兄弟需要的东西，你亲自去督办，安保规格提到最高，务必确保万无一失。与此同时，得知你要亲手改装歼20的消息后，赵海洋和吴自华2位专家惊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2人一路小跑冲进车间，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他们当即拍着胸脯表示，即便豁出老命也要鼎力协助。
当然，能现场观摩这足以载入史册的改装过程，才是他们内心最大的渴望。你对这2位专家的私心心知肚明，但此时此刻，系统任务才是重中之重。官方的动员效率堪称恐怖。仅过了3小时，第一批高纯度原材料便秘密运抵现场，随之而来的还有一架被剥离了非核心外壳主体的歼20。你毫不客气的照单全收，随即便开启了疯狂的造龙计划。得益于系统的外挂加持与此前改装渔船的经验，这次的进度快得惊人。第一天，凭借意识建模，瞬间完成了可控核聚变航空发动机的全套结构设计。第2天，攻克了微型核动力推进系统的核心主模块。第3天，在系统提供的跨时代全自动精密设备协作下，核动力发动机组装完毕，成功点火。第4天，彻底完成战机主体的结构加强，并完成了全机抗压复合材料的替换。第5天清晨，随着最后一颗螺栓精准锁死，全机总装正式宣告完成。伴随着微型核动力单元那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嗡鸣声，首次点火获得圆满成功。当天下午4点，当你拨通试飞请求电话时，远在燕京的老者握着听筒，呼吸骤然一滞，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小苏，你确定真能试飞了？也难怪他如此震惊。要知道，若按常规科研流程，单一个航空发动机的论证与初步设计，就足以让数百名顶级科学家耗费数年心血，而你仅用了短5天，这可是战机的心脏，而非简单的汽车马达。但这正是系统黑科技的恐怖之处，你只需将原材料投入那台堪称造物主级别的全自动精密设备中，剩下的复杂工序便会如流水平滑般自行完成。与此同时，这种近乎神迹的速度，也让此前持怀疑态度的军方高层哑口无言。5天前，当2位空军顶尖将领接到改装任务时，脸上写满了不屑与鄙夷。5天改出核动力战机，当那是3岁小孩堆积木吗？我看他5天时间连发动机的螺丝都卸不完。然而现在，冰冷的现实与已经就绪的试飞申请，化作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了所有质疑者的脸上。自强修船厂内，由大型库房改造而成的封闭式高端工作室中，你静静地站在车间中央，面前盘踞着一架外形科幻、足以令全球航空迷窒息的战机。它通体闪耀着深邃的银灰色金属光泽，犹如一条穿梭于次元空间的钢铁巨龙，在灯光下美得惊心动魄。终于完成了，你长舒一口气，疲惫感如潮水般袭来。这5天里，你几乎废寝忘食。此时的你面容消瘦，颧骨微凸，那对浓重的黑眼圈在苍白的脸上显得格外刺眼。然而，即便身体已接近极限，但当你凝视这件亲手打造的杰作时，目光中依然透着前所未有的狂热。这架代号为龙腾的战机，其性能数据已经彻底颠覆了现有的物理常识。成员1人，最大起飞重量75吨，最大飞行速度5022千米每小时，约 4.1 马赫，最大续航时间2160小时。次日上午9点30分，下城空军基地，随着地勤人员的撤离，这架划时代的银灰色战机发出一声划破长空的怒吼，如利箭般冲向云霄。与此同时，在数千公里外的龙国领海，一场不对等的对峙正在上演。云层之上，2架米军 F-22猛禽战斗机正肆无忌惮地掠过海空，飞行员杰克操控着战机做出几个极具挑衅性的侧翻动作，显得意气风发。他的尾后，2架负责警戒的龙国歼10-6战机正紧紧咬住位置。杰克轻蔑地扫了一眼雷达显示屏上的绿点，打开机载对讲机，语气嘲弄：“彼得，瞧见了吧？这帮龙国飞行员还真是执着，居然心甘情愿跟在后面吃我的尾气！天哪，简直不可思议！”频道里传来另一名飞行员彼得狂妄的笑声：“伙计们，快看，我们的侦察机还在下面大摇大摆搜集情报。在伟大的米面前，他们显然已经丧失了斗志，只能像蚯蚓一样蜷缩在阴影里。”然而，队长乔治却在无线电中保持着克制：“我持保留意见，与其说他们是蚯蚓，我倒觉得他们更像是在暗处窥视的幽灵。总之，小心行事，巡逻任务一旦结束，立即撤离。”就在这时，原本正在监视米军编队的2架歼10-6战机突然接到指令，他们毫无征兆地大幅度压下机翼，划出一道弧线，径直向内陆基地返航。这一举动让米军飞行员们面面相觑。怎么撤走了？难道他们打算放弃驱逐了？杰克嗤笑一声：“看来是我们强大的威压让他们认清了现实。这群懦夫终于……上帝啊，那是什么？杰克，小心你身后！”彼得的尖叫声瞬间刺破了通讯频道，乔治队长的声音紧随其后。原本沉稳的语调此刻充满了焦灼甚至惊恐。杰克甚至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耳畔便传来一阵刺耳的破空声，那是某种不明飞行物超高速掠过时引发的剧烈音爆。紧接着，机载告警系统发出了濒死的尖叫。杰克心头猛地一沉，一股凉意瞬间从脊椎骨直冲天灵盖。是敌袭，而且对方的速度快到了他根本无法规避的恐怖程度。该死！杰克发出一声绝望的怒骂，本能地按下了弹射按钮。几乎在同一秒，数发带着暗红色流光的机炮弹裹挟着一枚霹雳21格爆瞬间将那架不可一世的猛禽凌空点燃。那是足以摧毁小型战舰的超大口径航空机炮。在炮弹触碰机身的瞬间， F-22那引以为傲的隐身涂层与钛合金壳架竟脆弱的如同薄纸，被瞬间撕裂，火光炸裂。紧接着是一声震天动地的轰鸣，直径超过50米的巨大火团在云端骤然绽放，仿佛一颗微型太阳在海面上空凭空升起。那架造价昂贵的 F-22在高温中分崩离析，化作无数燃烧的残骸，犹如坠落的火流星划破长空，重重地砸入下方的海域。海面上随即掀起惊天巨浪，燃油扩散开来，将大片碧波变成了一片灼热的赤色炼狱。这一幕恐怖的画面，如同重锤般狠狠撞击着剩余米军飞行员的心理防线。他们惊骇地疯狂转动视野，试图在空旷的天幕中捕捉那个致命的袭击者。就在这时，一个模糊的银灰色残影在天际划出了一道诡异且凌厉的弧度，它的速度快得近乎超越了人类肉眼的捕捉极限，带着一股实质性的肃杀气息俯冲而至。直到双方距离极限拉近，米军飞行员才在高速掠过的机翼上惊恐地看清了那抹鲜艳的红色标志，那是龙国的旗帜。该死的，这帮卑鄙的龙国人竟然敢直接发动袭击！为什么雷达没有发出任何警报？他的速度
目测至少达到了 3.5 马赫，不，甚至更高。在一片惊恐的叫骂声中，剩下的2架 F-22与1架 F-35开始歇斯底里地做出各种高难度规避动作。生死关头，他们强行扭转机头，疯狂地朝那个幽灵开火。3枚格斗导弹拖着狰狞的尾烟激射而出，密集的机炮弹幕不要命地向前方倾泻。然而，面对这种足以封锁空域的阵仗，龙腾战机内的王海山只是冷冽地勾起嘴角。他猛地拉动操纵杆，动力心脏爆发出野兽般的咆哮。龙腾战机以 4.2 马赫的恐怖极速，在短短5秒内甩出一个近乎违背物理常识的大半径过载转弯，所有的机炮弹幕瞬间扑空，在空旷的海域炸开无用的礼花。虽然3枚导弹依靠追踪系统强行锁定了航迹，但在 4.2 马赫的绝对速度面前，这种追击简直如同步履蹒跚的老驴在徒劳地追赶飞驰的赛车。王海山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身后的威胁，在完成那次华丽的大回旋后，他顺势切入攻击航线，直接锁定了另一架 F-22，那是属于飞行员彼得的座机。目睹龙腾以幽灵般的速度轻巧避开拦截，并反向俯冲而至，彼得吓得魂飞魄散。上帝啊，这到底是什么怪物？他双手颤抖，拼命拉动操纵杆试图躲避。尽管其反应已属顶级，但在超大口径机炮喷薄而出的死神咆哮面前，一切挣扎都显得苍白无力。机身瞬间被数发弹药贯穿，崩裂出几个水桶粗细的巨大窟窿，烈焰夹杂着浓烟升腾而起。座舱内红光狂闪，刺耳的警报声几乎要刺破彼得的耳膜。警告！机体结构严重损毁，动力系统即将失效，燃油大规模泄漏。下一秒，这架原本不可一世的战机如同断线的纸膜，哀鸣着坠向海面。彼得不敢有片刻迟疑，在战机失控爆炸前的一刹那，果断启动了弹射程序。前后不过30秒，2架顶尖的 F-22战机相继陨落。这一幕让剩余的美军飞行员彻底陷入了精神呆滞。队长乔治面色惨白地盯着那个天空中的顶级掠食者，在他眼中，那条凶猛的龙在击落第2架敌机后毫无停歇，已经调转机头，径直朝最后一架 F-22扑去。约翰少尉，撤退！立即撤退！乔治在频道里声嘶力竭地吼叫。此时，约翰少尉早已汗如雨下，他将加力燃烧时开到最大，妄图逃往航母编队的防空圈。然而 F-22的最大航速也不过2马赫出头，在巡航速度便高达4马赫的龙腾面前，这种逃亡显得徒劳且可笑。瞬息之间，王海山已如影随形地切入其尾后必杀位，他冷冷地打开国际通用频道，发出了最后的审判：立即降落，否则当场击毁！卑鄙的龙国人！骄傲的米国飞行员绝不投降。约翰双目喷火，绝望地发出了最后的咒骂。王海山不再废话，果断扣动了扳机。那门足以改写空战规则的超大口径航空机炮再次发出死神的咆哮，伴随着几道划破长空的火光，数枚炮弹精准地擦过约翰战机的机翼。这并非失手，而是极致的威慑。然而，即便是榴弹的余波，也非 F-22所能承受。其脆弱的油箱瞬间被高温点燃，半边机翼在空中轰然炸裂，整架战机瞬间失去平衡，打着旋儿朝下方的海峡坠落。5分钟3杀，这足以载入史册的惊世战绩。通过卫星实时画面，不仅震撼了前方落荒而逃的队长乔治，也如同引燃了热血的火星，让后方指挥部乃至龙国沿海沙滩上数以万计的民众彻底沸腾。快看，那是我们的战机，是我们自己的龙！无数民众在沙滩上纵情狂欢，欢呼声浪一波高过一波，几乎盖过了海潮声。几十年了，这群傲慢的敌人依仗技术优势，频繁在领空边缘横行挑衅。在那段只能在克制中隐忍的艰难岁月中，龙国守卫者们流了太多的汗与泪。而今天，这场酣畅淋漓的空战彻底改写了历史，那股积压了几十年的愤懑，终于在此刻得到了最彻底的宣泄。与此同时，龙国最高执政官也正全程目睹着这场跨时代的对决。在他深邃的目光中，龙腾战机宛如从虚空降临的神龙，以摧枯拉朽之势扫清寰宇，威严霸气，真是痛快淋漓。执政官沉声赞叹，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而在后方科研基地，负责龙腾研制的徐若香老将军与一众科研人员早已泪湿衣襟。为了这一天，他们熬红了双眼，耗尽了心血。本以为此生难见龙吟九霄，今日终于得偿所愿，死而无憾，死而无憾了。老将军紧攥着拳头喃喃自语，直到最高执政官的通话请求接通，老将军才从激荡的情绪中恢复。他猛地挺直脊梁，对着屏幕庄严敬礼，请首长放心，东部战区保证完成任务。挂断电话后，他眼神一厉，立即接通了王海山的通讯频道，下达了最终指令：立刻追击残敌，若发现敌军航母编队，允许发起一次主动攻击后撤回。重复一遍，允许主动打击，打出我们的威风。收到，立即追击，锁定敌航母编队后发起单次打击。王海山合上通话器，目光如利刃般锁定了那架正拼命逃窜的 F-35战机，发出一声高亢的嘶鸣，引擎蓝光暴涨，龙腾的速度在瞬间飙升至5马赫，它犹如一条游走在天际的雷霆巨龙，带着毁灭性的杀伐之气，划破长空，衔尾而去。此时，位于尼米兹号航母指挥室内的指挥官约瑟夫已陷入了从未有过的恐慌。当他回过神看向雷达屏幕时，发现那架龙国战机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拉近距离，不出半分钟，己方最后一架战机就将被彻底追上。上帝，这到底是什么怪物？约瑟夫咬牙下达了近乎疯狂的指令：所有护航舰听令，立即启动全部舰空导弹系统，不计代价，全力支援猎鹰1号。此言一出，指挥室内众人皆是一愣，全弹发射。这种不计后果的手笔简直惊世骇俗，但军令如山，各护卫舰瞬间进入迎战状态。甲板上，垂直发射系统的井盖纷纷弹开，呼，滚烫的橘红色焰云在海面上猛然炸开，数十枚体型修长的防空导弹破茧而出，以3至5马赫的急速划破长空，编织出一张死亡大网，直指天际。然而，面对迎面袭来的导弹雨，王海山却并未急于下死手，他操纵着龙腾战机，像牧羊人驱赶羔羊一般，慢条斯理地戏耍着前方乔治的战机。根据指令，他要用这种绝对的压制，彻底摧毁米国飞行员那高傲的自尊心。米国队长乔治本以为自己会瞬间被撕碎，
碎。可谁知对方只是如影随形的掉在身后，偶尔才用机炮在机翼两侧扫射一通。这种近乎羞辱的挑逗让他恼羞成怒。他在国际通用频道中疯狂嘶吼：“卑鄙的龙国人，有种就直接杀了我！躲在后面算什么本事？杀了我啊！”就在这时，远方海域腾起了十几道细长白烟，已至眼前。防空导弹群带着刺眼的火尾，气势汹汹地杀来。然而，这些在普通飞行员眼中的死神之力，在开启了5马赫极速的龙腾面前，终究还是太慢了。王海山眼神一厉，猛地推油门，阿甘！战机动力瞬间爆发至极限，机尾处巨大的音爆云刹那生成，整架战机如离弦之箭般弹射而出，仅凭一个轻巧的机身横斜，便已近乎违背物理常识的角度，从那10几枚致命导弹的缝隙中错身掠过。规避动作完成的瞬间，王海山反手撒下一串璀璨的干扰弹，在强磁干扰下，那些原本试图调转弹头的导弹瞬间失去目标，一头扎进火光丛中，纷纷自毁。轰！轰！轰！碧蓝的天幕之上，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此起彼伏，绽放出一场极其绚烂的烟花盛宴。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从容不迫，龙腾的表现堪称完美。目睹此景的西方官兵无不感到脊背生凉。然而，规避只是开始，反击才是目的。王海山的雷达屏幕上，一个以巨大光点为核心的集群已清晰可见，那正是米国的航母编队。他猛地推下操纵杆，战机机头瞬间下沉，伴随着一声穿透云霄的锐鸣，战机从8000米高空俯冲而下，激光引导系统死死锁定了航母舰桥。该死！那个龙国飞行员疯了吗？航母舰桥内，一众军官惊得眼珠几乎拖出轨道，在他们看来，这只是一架战斗机而非轰炸机，此刻竟妄想对航母编队发起单机冲锋，简直无异于自杀。指挥室内一片惊愕失措，指挥官约瑟夫更是眉头紧锁，双拳攥得咯咯作响。区区一架战斗机也敢挑衅伟大的米国航母，简直是自寻死路！命令所有护卫舰立即发射防空导弹，近防炮进入全自动拦截模式，主炮预备。刹那间，7、8艘精锐护卫舰共同编织出一道密不透风的防空火力网。理论上，这是任何单机都不可能突破的死域，哪怕是10架龙腾也难逃坠轨的命运。这一点，王海山清楚，后方的徐若香等人更清楚。但这并非盲目的自杀式袭击，而是极致的心理威慑。就在即将踏入近防炮射程的生死边缘，王海山猛然拉升机头，战机在仰冲过程中凭借超凡的机动性，在空中划出一条诡异的弧线。随后，他利用残留的机际云，在美军头顶的天空中留下了一个极具嘲讽意味的字符。SB 约瑟夫气得狠狠一拳砸在桌面上，双眼布满血丝。对于一名历经沙场的老将来说，这种当众戏耍比战败更让他感到奇耻大辱。今天的耻辱，伟大的米国记下了。他强压怒火，咬牙切齿地说道。就在米军准备不计代价进行报复时，一通绝密加密电话直接切入了指挥室，上级的命令冰冷而坚决：约瑟夫，立即撤退。尽管军官们满脸不解与愤懑，但约瑟夫深知那架神秘战机背后的技术代差意味着什么。他没有解释，只是冷冷地重复道：“这是命令，立即执行。”与此同时，完成任务的王海山已驾驶龙腾稳稳降落在闽城空军基地。此时的基地跑道旁，上千名战友和数十位军官在徐若香老将军的率领下早已守候多时。当机舱盖打开的那一刻，欢呼声如雷动。面对这排山倒海般的阵仗，王海山显得有些受宠若惊，连忙敬礼解释道：“各位首长、战友，其实是这架战机性能太卓越了，没有这种划时代的利器，我也无法完成任务。”此言一出，周围的飞行员们纷纷凑上前来，目光炽热地打量着战机。海哥，快跟哥几个透个底，这宝贝到底啥性能？我看那速度最少得有3马赫吧。F-22在他面前简直就像是蹒跚学步的孩童。王海山淡淡一笑，轻轻摇头道：“你们低估他了，他的最高时速可达5马赫，而且……”他话音骤顿，神色变得严肃起来。这些目前都属于国家核心机密，绝不可外传。无论战友们如何心痒难耐的追问，王海山始终守口如瓶。徐若香对他的原则性深感欣慰，在安排后勤部筹备庆功盛宴后，老将军便带着几位老战友马不停蹄地赶往了自强修船厂。修船厂内，你刚挂断张晓峰的电话，徐若香的拨号便接踵而至。他在电话中详细复述了刚才那场惊心动魄的空战，对龙腾战机赞不绝口，甚至透露最高执政官已亲口将其誉为国之重器。语毕，徐若香谈及了未来的规划，在电话那头豪爽地笑道：“小严，从现在起，只要你需要，国家将全力提供各类资源。说吧，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你本想推辞，但心中念头一转，开口道：“我东华老家有个朋友叫陈敬礼，他父亲最近出了车祸，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能请最好的专家帮他后续康复。”明白了，这件事我一定给你办得妥妥当当。徐若香爽快地答应下来，两人又寒暄几句。待通话挂断的一刹那，你的脑海中随即响起了系统清退的提示音：“恭喜宿主完成改装任务，由于客户给予5星好评，任务奖励翻倍。恭喜宿主获得蔚来汽车全套技术资料，同时激活后续任务改装车辆并获得5星好评。任务奖励机甲制造技术。”话音刚落，如潮水般的复杂信息流便涌入你的脑海。消化完这些信息后，你惊讶地发现，系统这次给出的奖励堪称逆天。这款蔚来汽车与传统概念完全不同，它是一款真正的陆空3栖载具。在地面，它能像普通轿车般平稳行驶，而一旦开启底部的反推发动机，它便能如穿梭机一般在云端自由翱翔。在材料方面，该车采用了顶级纳米纤维，仅发丝粗细便能吊起数吨重的货车，这意味着该车在物理碰撞中几乎处于无敌状态。更惊人的是其核心动力系统，热效率比现有引擎提升了1倍以上，油耗随之减半。虽然技术
技术资料中还包含全自动驾驶功能，但考虑到目前国内通讯网络陷种，你决定暂时搁置这项过于超前的技术。正当你思索如何着手新任务时，陈静怡的身影浮现在脑海中。她不是正打算买辆二手车吗？这恰好是个绝佳的机会。若能借改装车辆再换取一个5星好评，那梦寐以求的机甲技术便能顺势到手。打定主意后，你不再拖延，直接向上级申领了所需的稀有材料，随即进入了疯狂的工作状态。为了追求效率，你没有选择从零开始打造，而是挑选了一辆普通的国产车作为原型车进行深度改装。在未来科技的视角下，即便只是对原厂发动机进行初步检测，你也能一眼看出不下70处待优化的瑕疵。在民用领域，这或许不算大碍，但在你眼中，追求极致的完美才是唯一准则。就在你闭门谢客、潜心改装的3天里，大洋彼岸的一场针对龙国的国际会议正陷入僵局。此前那场空战中，龙腾战机展现出的恐怖统治力让米国既忌惮又困惑。龙国究竟是从哪儿搞到了这种领先时代的尖端武器？为了挽回颜面并试探底线，米国外交发言人率先起身，厚颜无耻地向媒体宣称：“女士们、先生们，当日我方舰队只是为了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才进入相关海域。然而，龙国却以此为借口，悍然击毁了我们4架珍贵的战机。在此，我代表伟大的米国，正式提议对龙国实施全面制裁。”面对这番颠倒黑白的言论，坐在对面的龙国代表爽哥微微挑眉，眼神中的鄙夷毫不掩饰。然而，西方阵营的表演才刚刚开始，米国代表话音刚落，霓虹国发言人便紧跟着跳了出来，一脸正色的附和道：“霓虹国完全赞同米方的观点，龙国必须为他们的鲁莽行为付出沉重代价。”